Hello，嗨，Hello，花姑娘，晚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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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设置闹钟了是不是？所以第一时间就进来了。周四是几点播？你们都不知道吗？我的穿衣风格是什么？赌场风，也没毛病。我的穿衣信仰是这样的：好看不是第一位，显富是第一位。这个就是我的穿衣哲学啊。重点不在于好不好看，重点在于看着有没有钱。没办法，就是没办法，就是喜欢，就是浮夸，主打就是个浮夸。书在我们的那个圈圈啊，你们要找到我们的圈圈。我怕你们在别的地方买到盗版。那个我看了，盗版已经出来了，我们正版卖39.8块，盗版卖36.8块。哎呀，这卖盗版的真的是啊，煞费苦心啊！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啊！圈圈在首页粉丝群里找，在首页粉丝群里找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的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次，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要学习我们的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 EV 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了解曲曲的第一本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们目前呢购买渠道还比较单一，好不好？大家不要乱买，免得买到盗版啦，盗版卖的也挺贵。关键在于，好不好？盗版卖的只比我便宜3块。有宝宝已经收到了，是不是？好的宝宝已经收到了，有收到了吗？买了收到的，你们给我在公屏扣一下收到，好不好？没有，头发没染，可能是今天的光的原因啊，可能是今天光的原因。海外呀，我们这现在海外这，你只能叫你朋友帮你买了，给你寄过去。啊，来，我们开始连麦了啊！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支持。对，如果你们有幸运的宝宝，早点的可能会有签名呢，像这样可能会有签名，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买的够不够，你们要拼一下手速。来，我们来开始连麦啊 ！Hello， 你好。哎，曲曲你好。哎，你好，你说。很崇拜你，我看过一点金贵的关系，然后我的基本盘是2线城市体制内工作，29单身，年收入15到20个，长相身材7分，然后父母是体制内小苹果，男嘉宾是31岁，体制内，然后现在辞职是当律师，年收入大概100个。我们是同省的2个城市，离得很近，每周末都见面，除了陪他出过1次差以外，都是我去找他。然后跟他开启这段关系的时候，我并不知情他是围内，他假装单身并谎报自己的年龄。第一次见面给了4个多 W， 并写了自愿赠与，然后转账记录也删掉了，说想要我陪他住，然后我就同意了。第二次陪他出差买了5个 W 的礼物，
然后加上平日陆续的一些转账，一个月一共花了10个多 W， 然后每天都聊天，我很上头，本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但我每次去找他哼哈完以后，他就要着急回家，说和父母一起住，老人担心。然后家庭住址也不向我透露，我只知道他公司的地址。然后这些举动让我产生了怀疑，我私下就查了他，证实了他为内。我很伤心，但我假装不知道。他对我付出的点主要在于10点半很和谐，他很享受，很满足。然后他问我是不是着急进围城，说他恐围城，进围城没有恋爱轻松，他怕我家里给我压力催我，然后他怕不能和我进围城，耽误我的青春，然后他被骂。然后最近一次见面问我谈多久能进围城，我说半年吧，然后他就有点慌，感觉我在逼近围城。最后一次见面分开后，态度相比之前就有些冷漠，说年底事儿多，表示自己很纠结，很多事情很难抉择，逃避一些想不通的问题。然后我也到了进围城的年纪，我现在怕他后撤，又发信息给他说我也恐，半年是我说半年才能认定这个人，并不是半年就要进围城。我挺憧憬和他在一起的，只要和他在一起，结果也无所谓，就想保持轻松愉快的关系。然后我是这么跟他说。然后上次见面的时候说年底会给8个或20个能变现的礼物，先买一个，或者给我一些现米，问我明年不进围城可不可以。然后后来又认真考虑了一下，说让我等他3年，然后我们进围城，我没同意。他说本来想跟我玩玩，没想到没想到自己陷进去了，有了感情对我，然后也不希望我和别的异性有接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蛐蛐，怎么能消除他当下的顾虑，然后让他付出更多，以及何时摊牌我知道了他为内这个事实，然后怎么做让我这边的风险最小，利益最大。他现在就有点慌。这男的又没啥米，你是在秃羊身上拔毛呢？你多大？我是29。哎，你29了，你还有功夫搞这？但是我也在对碰，就是跟他只是周末见面。不是你29了，你还把时间精力放在搞这种没几个散子儿的为内的男的身上？我是不是经常跟你们说，不能带你跨越阶级的稀巴烂的关系，没有存在的必要跟价值？他还是个律师，对，你要是被他到时候反咬一口，给你要回去，你怎么整啊？就是我现在主要是也有他的那个证据，就是什么证据？你的证据只能证明你知情，懂吗？你的证据只能证明你知情。就是他假装是他单身，我并不知道他已经。现在你知道了呀？是我私下查的，他并不知道我查过了。他不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知道，但是实际上你知不知道？如果他有一天来找你要的时候，你觉得人家就没有办法证实你是知道这个事儿的，是吧？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起跳，或者是你想从这个人身上这里到底要得到什么，得到多少？来，你给个数。就是我觉得就是能不能就是他想撤退的时候，我就当受害者，说他欺骗我，然后我就说我就能不能问他要一笔封口费之类的，然后我就立马撤。多少？说个数。30个。30个不用等了，现在就可以要。因为他说年底现在会给我买一个20不用等，你的目标是30，对不对？不用等，好不好？根本不用等，你直接去找他就完事儿，你直接去他工作的地方找他就完事儿，非常简单，直截了当，直捣黄龙，不用兜圈子，不用绕弯子，好不好？我就怕你们跟我聊这种天儿，还什么怎么能让他不起戒备？我怎么那个他怎么这个他完了以后一问，妈29岁了。你干什么？你的时间很值钱，好不好啊？就是已经不能再跟他耗了，就是不能再让他就是觉得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我不知情是吧？没有意义。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不是这？我就告诉你，你不需要兜圈子就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你不用兜了，好不好？你不用兜了，直接跟他起跳是吗？对的，你不用兜，你直接去找他，直接去他上班的地方，你就说我就想看看你是怎么我就不能见人，去就完事儿，好不好？
你也别在这这那这，你们所有想的行为路径啊，全部就叫冤枉路，没有意义。什么拉升情感呢？怎么让他不起戒备？怎么让他放心跟我在一起？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你要搞这些事情是为了什么？就是我本来想着，就是年底等他给了我20个 W 的礼物以后，我再。我已经说了，不用，听懂了吗？完全不需要。你想要的这个目标20也好，30也好，完全不用等，好不好？你想达到这个目标，你就不要自欺欺人，直接冲过去就完事儿，听懂了吗？直接冲过去就完事儿。他会给吗？不重要，我跟你说，你直接冲过去就完事儿。你熬到年底只会被甩，不会因为你熬到年底他就给，听得懂吗？听得懂了。人家非常害怕这个事儿被暴露。他非常害怕你觉得他是单身，然后后续他就要结婚，他怕他给不了你这些1、2、3、4、5，他会怎么样？把你拖着，然后以一个理由淡掉以一个理由说我们不合适，这个那个，然后就撤了。然后呢，那个时候你再来说，我知道你是有围城的，那他到时候说，所以呢，你知道，那你这段时间不存在被我骗了，你从头到尾都知道了。所以你不用等，好不好？对，他其实他很害怕他家里那个。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自欺欺人不要搞这种稀巴烂。我跟你讲，我非常看不起大家搞这种稀巴烂，真的。你要花了800来问我，我已经告诉你了，你20也好，30也好，你现在冲过去就能达到，不需要等。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好吧？我真的很受不了你们跟这种很稀巴烂的29岁了，还是要跟这稀巴烂搞这种稀巴烂的关系，我真看不懂。好，那我现在就准备起跳，好吧？好，就这样。好嘞，谢谢曲曲。一上来他妈第一个麦就跟我整本来我蛮高兴的，听着就不大行，这男的。我是不是跟你们讲了的？一上来隐瞒自己为内事实，假装单身，在外面找女生的这种男的，为什么？什么目的？什么目的？不是抠就是坏，不是抠就是坏，你跟我整什么呢？你跟我整什么？对不对？他如果真的是一个有且大方的人，他能给你在这种混乱的关系当中想要的那种利好，他有必要去隐瞒他的围城事实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隐瞒代表的是一种主动承受的心理负担，你们明白吗？就是说撒谎欺骗它比坦诚要艰难，你们能理解这个点吗？就是说任何一件事儿，我要骗你，要哄你，是不是得经历一重内耗，对吧？但是他为什么不骗不哄？不骗不哄，就是因为我不用经历这个内耗，你想要的我都能给你，你不愿意，千万的人愿意，对不对？所以他就不用哄不用骗呢。能够不哄不骗，谁要哄要骗呢？对吧？他完全不用这样做。如果他愿意付出，他是不是可以不用这样做？所以他之所以要这样做，那就是因为他不想付出，或者他本质上就很抠，或者他想的就是他现在先用这种东西迷惑你，以后再以一个所谓的单身身份再把这些米往回要，对吧？这个就是逻辑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任何一个举动背后都代表着一重动机。我是顶见不得哪个男的伪装单身出来跟别人谈恋爱的，知道吧？因为这种人他一定不是一个好客户，不是一个好对象。你们处在29岁30岁的年纪，还在跟我搞这种稀巴烂的班子，那你除了耽误时间屁也没有，对不对？还等还好，还想哎呀他跟我承诺了年底，他为什么跟你承诺年底他就是想依靠着这个时间差中间找理由撤退，他是真的为了拖到年底把你的米给你兑现，你真是想得蛮开心吧？
声音太大了。那是什么？是这个。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的新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们总是喜欢跟一些这种江湖老油条、老骗子还要过个招，是吧？哎，我怎么能够不引发他的戒备？我再薅点这个那个的，结果呢？你觉得你能搞定谁哟？你什么段位啊？你在江湖里面闯了几天呐？你能在29岁的年纪还去找这种稀巴烂的男的，就说明你屁段位没有。我说过实话，对不对呢？你稍微有点段位，你能在29岁的年纪，你还去找这种班子想搞米？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哦，哎，你说。就是我就直接入主题了。男嘉宾今年27岁，是金属行业，然后年入8位数，然后家里父母曾是苹果，现在退休了，然后父亲2次入围，2次扯坏了证，目前他情感上比较偏向男嘉宾同父异母的哥哥，这点让男嘉宾非常厌恶，想做出点成绩给他爸看看。然后本人呢29岁，1线城市居住，颜值7分，资产有1000W， 老家房产有350W， 然后月入比较高，不过是吃青春饭，没有什么用。然后4个月，男嘉宾付出250W 现米加50W 礼物。一开始他就表明他不入围臣妾，不要挖。他应该是对我的10点半很满意且有一定的共鸣。他好为人师且心里自卑且自负，我在行为上也是表现出非常敬佩他，充满星星眼的那种。男嘉宾很大方，什么都依着我，第一次见面就有了10点半。我对他明确表明我们是需要他付出实际米的关系。他在第2次见面的时候给了我30W 米加10W 礼物。主要矛盾是有一次生理时期，在我明确表示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想一个人待着，他执意要来我家，后来我实在忍不了，给他赶走了，说他希望他不要打扰我的日常生活。后来他拿着行李走了，走后1周没有联系我，期间我跟他主动问候了1次，不过他态度很冷漠，就是哦。大概10天后给我转了100W 米，并邀请我去外地玩，期间也是带我住最好的、吃最好的、用最好的。然后3次找茬，是第1次他听兄弟说我在跟他确认男女朋友关系的时候，还跟其他男嘉宾有不正当来往。一开始他是在朋友圈感慨一下自己的委屈，我没当回事儿。后来他把我的某宝的亲情卡取消了，我就问他怎么了，就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他也没说，直到第2天才回我。沟通完发现后，是他小兄弟根本就是在胡扯，他主动赔偿5.2W 的米，解释亲情卡问题，并且说他已经斥责他小兄弟。第2次找茬也是在1个月后，也是他小兄弟听别的女孩子说了我的过去，男嘉宾以关心的名义来求证那个女孩子说的话，美名其曰是害怕我身边有小人，我直接跳脚，因为过去确实存在，责怪他怎么这么多事儿，愿意相信别人就别来问我。他回答说，经过上次的误会，已经对我没有了怀疑。我估计他是没有实际的证据，所以在我发完脾气后不了了之。后来又是1周没有联系，给我买了7W 的黄金。第3次，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我的身份证号，查到我所谓的我酒店记录和真实年纪，表明对我的年纪不在意，但是这份酒店记录完全就是错的。后来跟朋友探讨，发现应该是绿泡泡是那些不正规的渠道，他应该是被忽悠了，身份证有可能是偷看了我的包，但是他找的借口让人没有办法责怪他。他说因为曾经给我转过米的人因为某灰产业进去了，而他这几个月给我转过大米，所以叔叔找到他确认我们的关系，于是他知道了我的身份证号以及叔叔给他我所谓的我的酒店记录，质疑他所说的男女朋友关系。问题就是一般给我转米的也就是 5K 或 1W， 几乎没有很大额的，也没有任何人联系过我以及我的家人。而这次我对他的情绪也是理直气壮，略带阴阳怪气。我说如果你不信就去查监控，我说我的信息泄露了，我也很不放心。他没有后文，说了先让我不用担心，他已经处理好了的话。本来30号他说要来找我，但是也没有任何的交代。最后发的信息就是，我说我很烦，我要睡了。
见面频率大概1个月6到7天，信息几乎不发，有事才联系。我试过主动联系他，他也很冷淡，也就是好的。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以后会不会还有什么偏激的行为？如果再有，我应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对待？就是哄着还是说去反抗？然后他到底想看的我什么样的反应？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害怕的是，如果他想撤退，如果我想撤退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做？因为我也是想很体面的离开，我不想惹他。然后这个男嘉宾一开始我觉得是伯乐男，到现在我觉得他有点皇帝男的。我想问一下，你然后就没有钱吗？你很有钱吗？我现在存款大概有1000W。你这个1000W 是怎么来的？我是我工作挣来的啊，类似工作挣来的，类似 YC。类似 YC 的工作，你跟这男的怎么认识的？也是在类似 YC 的，但是在外面的场合，在外面饭局之类的。对。他知道你是干嘛的吗？知道。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对，所以他一直对我有点怀疑。然后他自己是围内？不是，他单偶，单身状态。对。他前后一共给你拿了多少？250W。是多长时间？然后还有50的那个礼物。是多长时间？4个月。4个月。不到4个月，3个半月吧。多大年纪啊？你说他吗？27。27。哦，他是2代是吧？有一点，但是他可能是借用家里的关系，自己做了一些产业。我觉得这个男的最大的风险点就是在于他有可能会有把给你的米忘回要的行为，这个是最大的风险点。是，我也是担心这点，所以我也是纠结了很久，然后才来连麦。我觉得首先是你首先要确保前面给到你的部分都安全，那么你下次再跟他之间有任何的，比如说他冤枉到你了，或者这个那个的矛盾的时候，你要让他写东西，就前后一共给到你的多少，让他写个东西代表赠与的这个内容。好。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风险点，其他的倒也没什么。他主要是他非常喜欢查别人，然后呢也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人，那他后面也会不断的搞这种事情，就是情绪化非常的严重。你跟他在一块儿时间久了可能会比较精神内耗。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蛮开心的，到现在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拿这个钱很不安稳。这是我说的嘛，米的问题你一定要通过就是正规的法律途径把它确保下来，后面的事儿就无所谓，知道吗？什么时候你觉得太过于内耗了，不想在一块儿了，其实就可以撤了。那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撤呢？因为我很害怕说对方来记恨我。这有什么好怕的呢？这不用怕，这都是他记不记恨你，这些事情都不会只针对于你一个人发生，明白吗？那是他本身的性格问题。他跟任何人在一起，你都有可能会记恨别人的。如果他是一个愿意付出的人，他是一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跟任何人在一起都能拿得起放得下。如果他是一个付出了以后就巴望着往回要，然后跟你两个人起冲突的人，他一定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都是这样的。那不是说你怎么表现的问题。因为一开始我也看过你说的，就是说如果说我想安全撤离的话，那我就做一些让对方他不喜欢的事情，然后来让他主动去就是撤。不行。不行，你们这种不是夫妻关系啊，小姐啊，你们这种不是夫妻关系啊，本来就是在外面的露水姻缘呐。人家跟你给了付出，你就是从头到尾感恩的心就好了。感恩的心到最后就是实在是受不了他的脾气了，该撤就撤，撤的时候坚决一点就完事儿，不要想那么复杂。那我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那你觉得他是伯乐男还是皇帝男？肯定是偏皇帝男的。但是他就是没有实际的表现出来，因为我对这点是很反抗的。而且这男的他的表现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多偶。因为这点我也无从考证，因为就是我就根本对他就是没有什么任何调查的兴趣。对，什么一个月见6次，什么联系什么见6次啊，然后发消息也回得非常冷淡呐，就是他的整体表现形式应该是属于皇帝多偶。好的。
那平时就是比如说他不找我，那我也就是继续不用找他就好了。看你吧，看你想不想延续这段关系咯。如果说你有想延续这段关系，那你有一定的主动性是 OK 的。如果哪一天你不想延续这段关系了，那么就不用找他了。因为一开始就是我也听你说过，就说如果你一开始拿到大结果，你的模式是什么样，那你就之后就延续这种模式比较好。因为我以前也是遇到过，一开始拿到大结果，后来我就变成舔狗了，然后对方就有点撤退了那种感觉。那肯定不行啊。然后这次我不代表舔狗，这里面没有中间地带吗？好像也是有。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也就这一点。好，就这样，再见。好。我说主动不代表舔狗，被动跟主动这些事情它不是说一左一右的事儿啊，它很多时候都是在中间地带的，对吧？我可以偶尔主动问问你呀，或者干嘛的，难道就代表我很舔吗？这不是一个概念呢，对吧？来，当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的新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你们不要就是老是想着说啊，为什么他知道他的职业，他还要去查他的什么什么开某房的记录？是这样的，你们要明白，所有的动作背后一定预示着一种动机，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他想实现对你的操控，或者他想实现对你的打压，他要怎么做？他是不是要找你的毛病呢？如果你没毛病，他怎么操控，怎么打压，对吧？他要找你的毛病，不是说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毛病，而是在于他需要锤，明白吗？他要锤，他能把这个点锤出来，锤出来以后能干嘛？要不然他能就是让你听话，对不对？他能操控你，要不然他能降低他的成本，对吧？我因为知道你的1、2、3、4、5，哎，我可以这段时间我就不花米了。对不对？因为你要好好表现，怎么着，就它一定是预示一重动机，对吧？对，这重动机里面会包含很多东西，你不要想着，他还不知道他是干这个的，他知道他是干这个的，他还去查，你也知道他是干这个还要去查，对吧？那是因为他需要抓手，知道吗？他的抓手是干什么的不一定，但是他需要这个抓手，然后未来铺垫他能干什么。它是这么个概念，它有工具，知道吧？有武器，它不能说就好像我教你们的，我说你们就算在手机里看到什么了，也不一定马上就要起跳啊。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还没想好我要干嘛，对不对？当我有一天想好了，哎，我要你给我拿米了，或者我要跟你扯快乐证了，或者我要干嘛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它就能够支撑我当时的诉求，是这样子的嘛？它是预备给自己留后手，是这么个概念。啊，来下一个来。我跟你们说，这种往往都是跟爹学的，真的，都是天生就是会，就是跟爸爸学的。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我很喜欢您，也很崇拜您，经常看您的视频。那我就不啰嗦了，开始说一下我的情况。我25岁，是名校硕士在读，父母有一方是省内的中苹果。目前我在和一个大佬谈，他是亲戚的朋友，50岁为内，和家人2地分居，资产有30个小目标左右。去年认识的，但是上个月他有事情到我的城市，就是我读书的城市。那么我参加了他们的饭局，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立联系。他回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频繁的发信息，大概聊了10几天。他说很喜欢我，然后他就专门又到我的城市看我。那天我们吃完饭，他带我去逛街，但我当时什么都没有买。那他那天晚上想让我留下，我因为没有看到他付出米，然后以第一次没准备好为理由就拒绝了。后来他回去之后，我要了大概10几个 W 的礼物，他说可以托人从海外帮我买，但
但是要一段时间，现在还没有给我。他说这个月会到。那自从我要礼物之后，他就比之前更冷淡了。然后我要完礼物之后，觉得他冷淡了，就很担心嘛，然后就去他城市看他。当时他又想那个，然后我以生理期为理由又拒绝了。那我走的时候，他说这个月会来看我，但最近聊天越来越冷淡。他前2天出差了，然后我说我去他出差城市去看一下他，他说他这次很忙没有时间，但是可以帮我买机票和安排酒店。我说他没空我就不去了。那最近呢，他连续2天不回复我的信息了。他目前还在出差。那我很担心他这个月可能不来了。那在认识以来，我一直都是哄着他，然后并且提供情绪价值的。那我想问问您，我该如何才能让他重新对我感兴趣，延续这段关系呢？有毛病啊！你图什么？你图什么？你在图什么？我没搞懂。这是你亲戚是让跟你认识的？对。你亲戚是干什么的？我亲戚也是苹果。你亲戚也是苹果，人家把你送出去，人家能升官，你能干嘛？你能干什么？你能得到什么？你的目的就是想图米。他一个大苹果，他让你图米，他大苹果，他能直接给你图米，他不被关进去了？这个我谈的这个他是大佬。你到底是苹果还是大佬？就是那个亲戚是苹果，然后他是大佬。亲戚是苹果他，然后你通过你这个亲戚苹果认识了这个大佬是吧？对。这个大佬你50多岁，然后分批不出，然后你说了个10几个 W 的礼物，人直接开始骤降，走向冰冷。那你是我们学员吗？我听过一些您的。你们要学呢就好好学，因为真的素质有点不够，知道吗？你们这样是被这些男的玩死了，知道吗？你会玩死的。人家50多岁，人家想泡小姑娘，他要拿诚意，不是等你开口，你开个毛的口啊！他不拿东西，你都不该屌他，懂不懂？学了什么呢？就是他当时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带我去逛街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没想好嘛，所以什么都没有要。他带你去逛街的时候，他的心理预算大概就是2个3个，因为他看你，他上下一打量，他会给你估个价，懂吗？你那个时候要是想好了就是10几，那你当下立刻就是说，他价那儿了，他可能也下不来，他大概率呢，他如果好面子，他肯定也会买这个单。但问题是在于你现在本来人家心里对你的定价2、3个，结果人家走了，然后你夸抛个10几个的东西，他马上觉得你不值，因为在他心里你没有这个定价。他不是不愿意，他倒是也有一定的付费意愿，但是不强，或者说在他看来，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就是完全就是学了个稀烂啊，主打就是啥也屁也没看懂。就是我问你学没学金贵的关系，基本上你这一篇聊完啊，就是属于屁也没看懂、没看明白的那种。那您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我认为你不应该联系这个人。我认为你不应该联系这个人，因为他什么都没给，什么都没有付出，他只是秀了一下羽毛，秀了一下光环。他第一次想付出的时候，你没有要，你错过了他最佳的付出时机。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应该再提了，应该是等着别人不停的追逐，不停的追逐，不停的追逐，我还是不停的拒绝，懂吗？应该是这么个流程，你流程都打错了，你再往后走变得非常廉价。很廉价。我不支持你们迅速在一个老男人这变得廉价，知道吗？我告诉你，你的路径是什么，你再送上去，他跟你怎么着了，他大概率会按我跟你说的这个价位，可能会给你留现米，他会这样，知道吗？那你就会非常的难受。你拿着那个米，你不拿嘛也不是，拿了吧你也会很不爽。我是建议你不要往后走啊。那就是不再联系他。不要联系。好，我明白了，谢谢。拜拜。你们看了我这么长时间，对不对？到底看了什么？我每一期我说了这么多东西，大多少岁花多少个 W， 这个是不是硬指标？你们找这种什么大佬大哥结不成婚的稀巴烂的班子，对吧？大多少岁花多少 W， 这个叫第一门槛，对不对？第一门槛达不成，
不要想第二件事儿，不要琢磨第二件事儿。看，我这段时间一直都是我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有必要吗？有必要吗？我跟你们说啊，老男人是这样的，他呢会四处的去找女孩干嘛的，对吧？喜欢年轻的、漂亮的这些小美女，但是他也非常奇怪，他就不喜欢那个往上贴的。你所嘴巴里的这种什么，哎，我一直都是我在给他情绪价值，你给的不是情绪价值，你是在倒贴，不是情绪价值。什么叫情绪价值？对方所需要的你给到他才叫情绪价值，而不是对方压根就不需要，你一个劲儿的往上怼，这个叫倒贴。因为他们呢见的人很多，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的？所有的大佬都是非常有主动性的。你们不要认为任何一个大佬说大佬为什么要来追小姑娘，那你就搞错了。就是因为他平常看到的女孩太多了，所以说他并不喜欢那个往上贴的，他喜欢他主动出击，他主动拿下，知道吧？为什么我们讲了一个词叫只撩不追呢？只撩不追是什么？就是我不停的在你面前秀价值、秀光环，我在你面前展现一切的像天使一般的美好。年轻的女孩子是什么？就是天真、烂漫、无邪、青春、活泼、正能量，对不对？这些东西不是我针对你展现的，而是我本身就是个素质，我本身就有这么高素质，我展现出来了，不是你一个人看见，是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你们展现出来的那个东西，你就针对这一个人呱呱呱呱呱呱呱，这个东西全世界都能看见吗？不能。怎么去评判你到底是在倒贴还是在给情绪价值？这一点就很清晰，对吧？你的价值它是与你融为一体的，对不对？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高雅也好，活泼也好，温柔也好，有服务意识也好，妥帖也好，懂事儿也好，对吧？知冷知暖，知进知退，我这些东西是跟你发生关联的吗？不是，我这些东西是跟世界发生关联的，就是这个就是我，对不对？这就是我就是这么个人，我就是这么牛逼，我就是这么优秀，我就是这么优质，对吧？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这个时候你展现出来的这些就是你的价值。你要让他看上你的价值，并且希望你的这重价值只为他所用，他想要独占你的价值，是这么个过程。于是他开始给你抛橄榄枝，对吧？抛橄榄枝怎么办？他带你去逛街去逛街干嘛呀？不合适吧？你说我跟你去逛街不合适吧？你说你要给我买东西那不要，那搞那么客气干什么？懂吗？搞那么客气干什么？不用，不要去。你们呐畏手畏脚，又想去，又想买，又害怕。你说你这个状态是什么？透露出来的就是没见过世面加自卑，对吧？又想要，对吧？那个势利眼吧，又想要，完了以后吧，又因为没有接受过吧，又胆怯。你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么个状态？我描述的是不是非常清晰？你这个状态，这种男的呀，见了10000次，你但凡有这个状态一出来，你就不值钱了，明白了吗？你就不值钱了。只有2种人是值钱的，哪2种人呢？就是我压根不在乎这些东西，就是你给我都觉得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好多余啊，我要这干什么？你给我个包，给我什么我平常就背个布包，我不用这些东西，对吧？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用啊，你说这些都是身外之物，这种高级，对不对？我压根就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用，高级。还有一种是什么？你给我任何的东西，我都觉得理所应当，我都觉得哎呀谢谢，好谢谢，感恩懂吗？你给我送任何的东西，在我这儿我都哎呀真开心，我真喜欢谢谢，那收了，我往口袋里一放明白吗？就这2种，这2种其实都是高级的。前者是什么？前者表现的就是你这个人就是非常的不世俗，后者表现的是什么？后者表现的是多大的风雨我都见过，什么世面我都见过，什么礼物我都收过，什么好饭我都吃过。这2种你要么做前者，要么做后者，你们就在那仰卧起坐，
又想要又不敢要又不敢买，人家要你去买，哎呀，心里开始做思想斗争。回去以后想想，妈的亏了，我再去给他开个方子吧，我要这个10几万的包。你说你这一系列操作哪一个环节不 low？ 你自己再去盘一盘，哪一个环节不体现你这个人又没见过世面又功利？你这完全跟高级感不搭边呐，对不对？所以那我现在讲的这番，你们再次回头录屏出来了，你们再好好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老跟大家说，我说女生要把自己越活越有高级感，这个高级感是体现在什么地方的？它就是体现在这些地方。我要么大大方方接受，我要么压根就不在乎，对不对？这个就叫高级，好不好？如果你已经把这个盘子玩稀烂了，我就建议你不要再搞了，因为你再搞下去就是我说的。你们有没有过有这样的经验的，有这样的经历的？前面心理的心理价位啊，10啊、20啊、30啊，心理价位说的蛮好，结果因为自己前面个稀巴烂的操作搞得没搞成，是吧？结果那个男的变冷淡了，你开始怎么？你开始反扑，你一反扑，我说反扑等于什么？反扑等于被杀价，对吧？反扑等于被杀价。然后原来我想要30万的礼物，我在跟他要30万礼物，我发现他不怎么理我了。那我想15万也行，要不15万，再跟他说，哎，我不想要那个了，要不你给我个15万的吧。好，再过几天别人越搞越冷淡，最后哎呀开始八心八肝的扑主动，我去找你啊，哎，我去陪你啊，哎，我去陪你聊天啊，我去陪你侃天说地啊。我靠，好，男的说你来呀来呀来呀，结果呢去了以后不想跟他怎么着，因为东西没到手，是吧？哎呀，我真是不想跟他怎么着，我妈东西没到手。结果呢，你一说啊我不要，那男的掉头就走，你要怎么着？哎，不行不行，最后一次机会必须拿下，对不对？你心想完了，这又跑了，赶快！哎，我没有，你不要生气嘛，好。然后那男的说，你要不对不对？我们回酒店聊下天，我也不跟你干嘛，我就跟你喝个茶，是不是？我们聊下天，对吧？你说你老这扭扭捏捏的干什么呢？好，人家这么一说，害不害怕？慌不慌？妈的，倒嘴的金龟跑了嘞，对不对？马上就要开始扑。好，结果我就告诉你，你一旦跟他进了那个地方，你一旦两个人进了一个房间了，你还想跑？软磨硬泡，哎呀推呀拉呀搞啊，磨磨蹭蹭的，磨磨唧唧啊，最后怎么着？直接跟你生米煮成熟饭，了。下一步是什么？良心好的，第二天跟你搞个红包，2个 W， 1个 W， 3个 W， 那他封顶了。良心不好的人直接没了，对不对？我跟你们把整个流程都跟你说完，你再跟我聊。我跟你们讲啊，我真的是见不得那个网上就是教你们搞这种操作的那些人，就是我就觉得吧，大家出来教别人的不能害人，你知道吧？真的是不能害人。我经常看有一些啊，做什么讲什么向上社交啊、向上择偶的一些人呐，脑子跟有坑一样的呀。什么教你遇到一个大佬了，你要怎么不求回报的上去贴他呀？什么跟他两个人啊把酒言欢呐，一夜一夜的，最后怎么着？我看着我就头疼。你那一晃就是一个白皮，一个都没跑，知道吧？听我的，好不好？听我的，没错，好不好？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的新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不世俗的，我刚刚跟你们讲这个点，我下一个连麦再讲，好不好？你们先点赞啊！有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走的是那个完全啥也看不上不世俗的道路，能不能花到米？非常好，我下一个这个连麦连完了，我来跟你讲啊！你们先给我点到10万个赞，来下一个来。学学你好，哎，你说
我是金贵的学员，然后也非常喜欢你，然后终于等到了你的新书，然后已经拿到手了，已经看了一章，也非常喜欢。然后下面我就说我今天要咨询的问题，我是要咨询普通的婚恋关系。然后先说一下基本情况，我和男嘉宾呢相恋2年多，是朋友介绍认识的，现在都是30岁，在超一线城市，他是本地人，我们都各自有一个价值700W 的房产，我年薪是30W 左右，他的年薪不太固定，因为是奖金是大头，这1-2年大概是50W 左右。付出方面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情侣关系，送礼物啊、约会、吃饭那些。然后平时相处感觉，他不太是一个言而有信、言出必行的人，吵架也喜欢冷处理。然后在吵架的时候，可能我这边都会逼着他做进一步的沟通，然后他一般一开始态度不好，但是可能在我好好跟他说的情况下，也会慢慢的态度好一些，也会按照我的要求做一些改变。然后目前的状态是8月份求婚了，然后给了我一个价值10W 的礼物，双方都去过对方的家里，父母也都认可，但主要就是我家这边更着急推进这个围城。前面推进围城的时候，主要都是我这边在推，推的也挺费劲的。最开始说今年1月领证，然后后面变成说1月求婚，但是也没有实现。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沟通说再不就是求婚我就不接受了，然后于是定了8月份，所以最后求婚了。然后但是他说我老是逼他，他不喜欢被逼着，所以一直很有压力。然后后面的相关的领证呀、婚礼的事情也没有继续的计划，也不喜欢聊这个话题。然后目前的口径是说12月份打算领证，然后明年办婚礼，然后这个说辞也和双方的父母都提过。然后目前在恋爱期间呢，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可能也影响了我对这段关系的一个态度。大概是1年前，通过地球号偶然发现对方还有一位女嘉宾，是在我俩认识之前就存在。然后但是介绍我俩认识的那帮朋友都并不知道这个女生的存在，而且从时间上判断来说，她的前任也和这个女生就是共同存在过，然后聊天记录看着呢，就像是那种情侣关系，和我俩说话的状态是差不多的，然后应该也是和我俩同城，他一直住在我这里，偶尔会回家陪父母。当时发现之后呢，因为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当时也不是很想分手，所以一直就藏在心里没有起跳。然后从那以后，但是就会对他的这个行为经常产生怀疑，信任感也就是骤降。就在上周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周3到周日出差，然后我就有一点点怀疑。然后昨天看了一下车票，实际上他是周5到周日出的差，然后跟他直接坦开了说，然后他就解释说那2天是自己想自己待会儿，所以回家了，然后怕我不高兴或者不同意，所以没跟我说。我是不太相信这个理由的，但是他也没有就是表达进一步的补偿，只是表示了一些歉意，然后还说是我给他压力太大了。所以我跟他说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有想清楚我们2个继续推进的事儿，然后我也不太能接受要一起进入围城的人，就是不太能信任。然后我就让他回家去好好想清楚。然后这个事儿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他今天又出差了，现在就是到现在也都没有联系2个人。然后我的问题是现在这个情况应该后面怎么处理，然后这个人可以进围城吗？如果还能继续的话，我发现这个女生的事儿要不要挑破，然后后续怎么能就是更好的相处。姑娘，你知道我听你讲话是个什么感觉吗？就是跟你呀在谈恋爱呀，好像是在跟教导主任谈恋爱，你知道吗？但是呢，你非常典型，你很有代表性，你代表了1半以上的中国女性的恋爱现状，就是你们的逻辑是反的，知道吗？就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情侣关系，所以你就要履行责任。就是情侣关系似乎是一个法律，因为有这个关系，你就必须1、2、3、4、5、6、7、8、9啊，推动婚姻，推不动婚姻，你就是诚意不够啊！你要是跟别的女的怎么着，那么你就要跟我给赔偿。如果你不跟我给赔偿，就说明就是你们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它
它好像是你在给对方立规矩，但是这个规矩不是基于你们的感情哦，你们的规矩是基于你们的身份，懂吗？就是你是我的男朋友，你就必须1、2、3、4、5，这个呢叫做理想化，但这个不符合现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们2个人谈恋爱的就这段时间，就这1个月、2个月以来吧，你回想你们2个人的相处的绝大部分时间，你认为双方感知到的到底是愉悦还是难受？可能更多的是不愉悦的状态吧。所以我想告诉你什么呢？什么东西推动婚姻？什么东西推动忠诚？什么东西推动长则？是什么？是2个人都能相处得很舒适。对的，是感情推动，知道吧？感情上来了，浓度上来了，他跟你在一块儿啊，就觉得带不够，哎，我好想跟你一起啊，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好呀？他是因为这个推动了对方想要跟你结婚，想要快速跟你结婚，然后觉得如果失去你的话，他会觉得很痛苦，所以他为了不失去你，于是斩断莺莺燕燕。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你跟他说你不准1，你不准2，你不准3，你是我男朋友，你要1，你要2，你要3，并不是因为你给了他这些规矩，他不得不做导致结婚，他不是这个逻辑。所以你男朋友呢，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他心里还有别的女的，他有对比，他觉得啊，跟你相处吧没有那么愉快，跟别人相处挺愉快，但是呢，可能那个女的呢，方方面面条件又达不了标，他觉得那个女的跟他不算门当户对，他觉得那个女的如果当他老婆有点没面子，或者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肯定因为客观原因啊，他就觉得当老婆不合适。你呢，他觉得很适合，方方面面吧，当老婆吧，条件很达标，但是我跟你处的就是不快乐，不开心。然后你要天天让我结婚，那1、2、3、4、5，我每次想到这儿呢，我又有点退缩。他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好像大概明白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接着能处理这个情况。给这个你刚刚啊一直在给对方给期限啊，再不那个求婚我就撤了啊。好，于是啊那8月份就求吧，对不对？其实给期限呢，它不能光是约定一个人，给期限是在于约定双方。给期限在于我告诉你，在8月份之前，如果你不求婚，我就要撤了。同时我要干什么？同时我在这个时间期限之内，我要让你觉得你选择我是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件事儿，明白吗？我同时告诉你时间线，我又同时在做。我让你跟我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不会，就既然我已经给期限了，那么在这个期限范围内，我不会再去查你这个查你那个，看你这个看你那个，到那个期限达不成我就拜拜了，对不对？在此之前，我只需要干一件事，叫做全力以赴。这个期限内，我只需要用我所有的精力、时间，然后让你快乐，让你觉得我值，让你觉得你跟我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超越了你跟别人的相处。我只做这一件事儿，然后时间一到，再看你的态度，明白吗？应该是这么干的，就像你现在说推婚恋是一样的。我告诉你时间期限是什么，几月几号，我心里或者我也可以不告诉他，我告诉我自己我的期限是什么，我的期限是明年2月份。那么在2月份之前，我不会再跟你谈任何1、2、3、4、5其他的那些边缘化的东西，或者你跟别人的东西都与我无关。在2月份之前，我只看我们2个人，我能不能把我们2个人的关系当中我的这个份额做到极致，我把我的这个份额做到极致，到了2月份如果结不了婚，那么我就不会再回头了。所以说就是现在我的是心态或者是态度或者是对待他的方式方面是有问题的，对的，然后所以才会一直产生矛盾。首先第一点，你去看金贵的关系，我在金贵的关系里给过大家非常多，关系的本质是交换，以及没有任何人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不要觉得别人对你好，或者别人给你承诺，别人给你婚姻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份必须给，没有这回事儿。不要处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状态下去思考，一定要想明白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底层需求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对他也挺好的，
可能就是说在情绪上，可能没有发现快乐，宝宝，没有快乐就没有好。你妈也觉得什么都是为你好，明白吗？对吧？但是那个女嘉宾的事儿，我就应该先放一放。对的，压根不重要。他没有选跟那个女的结婚，一定是有原因的。好的，拜拜。好的，谢谢曲曲。你们也可以去1v1，看你觉得这个男的觉得推动婚恋他的价值够不够，也不要说一定要非常够，只要你觉得我还是愿意有60%的状态，在我心里是想推动婚恋关系的，那么你们去做1v1就是值当的啊。他的问题非常典型，我刚刚是不是一开始就说了，他是全中国有50%以上的女性都是他这样的，他不是一个特例，他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案例，就是全中国50%以上的女性在男女关系当中都会因为两个人的身份而定义对方应该付出的责任，知道吧？因为你是我男朋友，所以你必须听我的，所以你必须忠诚，所以你必须想娶我，所以你必须给我花钱。他这个因为所以呀，是他想象中的因为所以，但是这个根本不吻合人性的实际情况。人性的实际情况是，因为我太喜欢跟你在一起了，所以我要给你花钱，所以我要跟你结婚，所以我要对你忠诚。怎么来太喜欢跟你在一起了？是因为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觉得好快乐呀，好舒适啊，好轻松啊，好愉悦啊，哎呀，哼哈，好爽啊，明白吗？是感受出发，不是身份定位出发。你们永远去想身份定位出发，因为他是我老公，他必须对我忠诚。可是呢，实际情况是什么？他才懒得理你，因为他是我老公，他必须给钱我养娃。实际情况呢？你不要求，对吧？你不撒娇，哎，你不哄着搞，他就想当甩手掌柜嘛。当甩手掌柜才是人性底色嘛，对不对？我以前有个笑话，不是有个笑话，就是说不要跟老师谈恋爱，为什么？因为他只会说你做不做得好，你再做不好，我就罚你做10遍。跟老师谈恋爱就这样，因为他们会有这个习惯，他要罚你做10遍，因为你做不好，他要罚你做10遍。来，那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这个新书《你就是光》的签名版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哦，我刚刚是要跟你们讲一个什么点？刚刚上一段提了个什么问题？哎，我好热呀，我的鹅毛扇子。你们是把空调关了吗？哎呀，好热。我刚刚是跟你们说个什么点？上一个连麦的时候啊，对，我说这个女生的高级感它分2种，是吧？女生的高级感分2种，一种高级感是我对这些物质的东西压根儿不感兴趣，是吧？我活的就是个空灵，对不对？我每天我就是活在我自己的花花草草、一花一草一世界里边，我对这些物质的东西我都认为是身外之物，这种是一种，对不对？还有一种高级感是什么？就是我什么都见过，你给我什么我都欣然接受，大大方方要，大大方方接受。我不会认为你给我什么东西是我不配的，然后我还要纠结，哎呀，要了好不好，要多了，要少了，没有这个过程，对吧？你给我什么我都真好真好真开心，谢谢，对不对？两种高级感。那种说我什么都见过的，这种肯定能引导到大的付出，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因为你给我什么，你给砸，你总有一天砸到让我觉得不错，你很乖，对不对？你很乖，哎，那后面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吧？你往后走，它大概率
付出都会比较大。那另外一种高级的这种无欲无求的这种，他能不能拿到大付出？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对吧？因为这个世界上呀，有很多高额的东西，它是大众所不懂的，明白吗？你们不要觉得，因为很多东西啊，它是非常功利社会的一种追求，包包，是吧？什么珠宝，衣服，对吧？这些东西啊，其实反而它是一种功利世界的追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还有一些东西它也非常贵，但是它看起来好像又没有那么功利，对不对？你能不能在你的爱好上面，可能你拥有一个非常昂贵的爱好呢？对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香，算不算一个爱好啊？点的那个香啊，我只是给你们打个比方啊，点的那个香，你们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香非常昂贵，非常昂贵。艺术品算不算爱好啊？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瓶子我就喜欢花瓶儿，我就喜欢古董。画算不算爱好啊？我就喜欢，我能说出来，哪个大师，我就喜欢哪个大师的画，我每天在家里，我就临摹他。我虽然说现在了，我不能买，因为这大师的画太贵了，我买不起。但是呢，我非常非常喜欢研究这个人的作品，这算不算一种爱好？算不算一种昂贵的爱好？对吧？只是说每一个人他花钱或者他的喜好的点位不太一样，不一定很多人他喜欢的东西别人都懂啊，他有可能喜欢别人不懂的东西啊，明白吧？所以你们不要局限于什么啊，那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啊，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反而还让那个男的自卑，知道吗？有一些这一类的女生啊，她们要是真的是这种啊，喜欢研究一些别人看不懂的东西的这些人呐，她要的那个东西可能还会让那个男的很自卑，知道吗？你甭管他多大的大佬，他都有他没见过的，都有他不懂的，都有他不了解的。你就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你但凡要开口聊一个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这玩意儿他没见过没听过，都不知道从哪买，那你就厉害了那你是不是就厉害了，对吧？我跟你讲，那天啊，我就跟一个比较年轻的，自卑有什么好处？让一个大佬内心深处产生了那种他配不上你的感觉，明白吗？通过你想要的礼物，你想要的诉求，让他内心深处开始怀疑自己配不配得上你，打价值差异啊。你如果说净说那些他懂的，那就只能像我们这样对吧？主打就是个雌雄同体就是你来的我都来，我反正你来的我不差事儿，这是属于是这种。但是他们那种不一样啊，他们那种很有可能人家会觉得说，哎呀，你要的这些东西还真的是蛮刁钻哦，我还得去琢磨琢磨，这玩意儿我别给弄个假的，回头丢人丢大发了，他是不是还会有这种心理？对吧？被你们打断了，我刚刚准备讲啥呢？我跟你讲。我讲什么呢？一下子被你们打断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约连麦，或者是想要签名版的我的书啊，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还有一点啊，我告诉你们啊。针对的人群呐，它也不太一样。那些非常浮夸的啊，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我就是个浮夸代表。非常浮夸的这一类呢，它其实比较适合这种大佬，知道吧？因为大佬无所谓，哎呀，你每天把自己搞得金光闪闪的什么的无所谓。但是非常走清冷路线的那一挂，它适合什么呢？它适合大苹果。知道吧？
因为它会降低别人的戒备。像我们这样走浮夸路子的人，你要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只给的物质，房子、车子，是吧？珠宝啊、表什么这些东西，对吧？只给的物质。但是那一类清冷派的，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大苹果背后的啊，那个词儿我就不说了啊，白什么，懂吗？因为他们走出去看起来并不有钱，并不富有，但是他们肚子里头有货，讲得出来东西。而且往往走那种路线的人，好像看起来对这些物质世界不感兴趣的这种人吧，他都是非常的会读书的，他都能出口成章，而且他都有那么几个我刚刚跟大家说的非常高雅的看不懂的爱好。这一类人，他们往往能够帮别人做很多背后的事儿，懂了吗？人家会对他们有安全感，觉得让他们去做很多事儿不会引发别人的关注，知道吧？这里边很多的那很多弯弯绕绕，很多巧的东西，那不是很多东西是直播间里头不能跟大家讲的，真的是直播间里头不能跟大家讲的。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好不好？因为我们什么样的客户都有，我们手上就是什么样的客户都有，各种各样的案例范本我都有，我都知道什么样的女性她会应对什么样特征的男性，然后他们中间的这个链路是怎么打通的，什么样的人他会有不一样的变现方式，他都是不一样的，他跟这个人的人性底色呀，跟他展露出来的气质特点呢，都是方方面面有差异的。我的书里面没有这些，这个书里面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是我自己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一些小故事，也算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比较丰富的一个自我介绍。来，下一个来。喂 Hello， 你好。哦，听得见吗？现在是我吗？哎，听得到，你说。我这边就是想咨询一下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我首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23岁，在新一线城市的土著，家里是属于那种不拖我后腿也帮不到我的那种，资产大概在900个左右，过2年能到1200左右，学历不太好，在本科，长相身材7分，对方是对碰认识的，大我8岁，他们不是土著，然后在当地跟我同个城市，当地资产大概有1200-1300左右。他爸爸原先是个小苹果，后来然后下海了。这位男嘉宾他年收入扣完所有东西大概纯利润是在36个左右，明年会涨到50多个这样子。我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推进这个围城关系？他现在被拖着很多款项，之前存米，用于投资什么的，他现在身上没有什么现米，但是与我认识7个月，依旧付出了大概16个左右，这16个包括了吃饭约会这些东西，他在外面基本上没有让我买过单，并且每次我跟他就是发生一些小矛盾之后，我让他所有的就是那种付出啊什么的，他是全部同意，并且及时给到我的。然后我现在自己的情况是没有一个正式的收入来源，因为我开了一个店，然后不算特别好生意，就是不温不火的那种。然后我自己本人之前在有拿到过成果的地方，都是在雌竞的路线上，就通过别人给的这种。我现在就是感觉自己特别拧巴，我不知道该不该进入这个围城关系。目前双方家长都见过面了，然后就是比较满意这样子。家长不满意，你有什么卡壳的？我没有听到特别大的卡壳的点呢。卡壳的点就在于他现在生意没有以前那么顺。不是，就是他有点恋爱脑。他之前谈了7个月了，还是非常恋爱脑，然后会查我的 iPhone 这样子的。那你跟他树立规矩呗，再查就罚款呗。那我不给他查，会不会就是不太 OK 这样子？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因为这个事情出过一些事情，但在我看来，因为我性格是属于可能跟男性朋友打的比较火热的那种，然后在他看来就是那种。那你干嘛要跟男性朋友打的那么火热呢？啊，就是我闲聊，有时候你为什么要跟人闲聊呢？啊，你就是给自己养备胎养鱼，你还说啥呀？那你不让别人信任，是因为你自己的动作有很多问题呀。你看你自己都坦白了。没有，其实有些是可能是工作方面的会，就在我看来，因为没什么事的那种。你别跟我在那茶言茶语的啊！你别跟我在那茶言茶语的，我告诉你，有事儿没事儿，有没有一点小心机？哎，有没有一点小九九？那玩意儿，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好吗？好吗？好吧。然后后来你不会跟别人发没有睡了吗？睡了吗？这有什么呢？这没事吧？我只是问了一下，睡了吗？对吧？没有吃了吗？你今天吃啥了？哎，这也没什么吧？我就是问了一下今天吃啥了，这有关系吗？别跟我整这出啊！然后我就是在这个推进围城关系的过程中，我也给他提了大概200个左右的要求嘛，但这个不是限米方面的，然后他也都是同意的。就我现在比较感觉时间好紧，因为两方家长都推的比较紧，如果要进的话，年底就要进了。进你的呗！哎呀，你多大啦？我23，他大8岁。200个的要求，人家能不能达到吗？可以，因为不是那种限米的，可能就是对吧？房产那种，你把那个他的债务风险解决一下。你先看一看他的信用债务方面有没有什么风险。如果有的话呢，跟他签一个婚前的协议，然后协议这些东西与你无关，你呢就更有保障一点，好吧？好，就是我还有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水平能匹配到对象，这样算不算一个比较 OK 的对象？还可以啊，没有什么太大毛病，没有什么太大毛病，还可以。哦，那我知道了，因为我之前本来还打算就是说让他给我把，因为我打算再去上个学嘛，然后打算让他给我把这个学费什么事儿解决完之后，再跟他推进这个关系来的。你还是可以推学费啊，也不影响你个啥。那就是没啥问题是吧？年底正常可以推进。对啊，我觉得没啥问题。哦，好吧，那就这样吧，谢谢曲曲，拜拜。怎么现在的小女孩这么多叉叉的呀？我身边有个姑娘也是的，特搞笑。我说你怎么那么绿茶呀？她说我妈也这么说我。她说我妈也这么说我啊，什么叫绿茶呀？她跟她前男友打电话，她只要跟她前男友，她说宝贝儿，真的是这样，宝贝儿，你可以帮我把那个东西收一收吗？就这样，然后每次挂了电话，我说谁呀？我前男友呀。我说你怎么跟你前男友这么说话？没关系啊，他说他女朋友都知道我的。就是这么讲话，真的比我这个还要假100倍。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绿茶？我妈也这么说我，为什么呀？真的非常厉害。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一年到头都是这3天定时定点开播。如果你们没有看到我在这个时间开播，一定是因为这个号出问题啦。大家就四处找一找，好不好？全网搜罗一下，总有一个地方能找到我啊。然后没有关注的先点播关注，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的，没有进金贵的社群的，或者是想找我们1v1的，或者是想要那个我们签名版的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没有，那个女生并没有任何目标，她就是喜欢这样，她没有任何物质诉求，她只是喜欢这种这个那个这个的，她就觉得很开心。她每天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捏捏土，
捏捏土说话。挂了他。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你好。哎，你说。曲曲你好。我咨询的是普通人的正常婚恋关系。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本人29岁，然后身高1.7米，体重50，颜值7分左右，本科，在事业单位工作，年入20个 W。然后我这个城市的房价是2到3万，父母给我在我工作的城市买了有一套小户型，然后一辆30万左右的车。家里18线城市啊，有2套房子，父母双职工，有一个姐姐已婚。男嘉宾1号是我的现任，27岁，然后比较高帅，本科事业单位，年入是15、16个 W， 然后独生子，本地有一套房15个 W 左右的贷款，然后有一辆30左右的全款车，对我是不错的，生活上也比较关心照顾，愿意结婚，然后2个人是兴趣爱好也很相同的，但他的问题就是父母是农村的，然后城市没房，没有工作，目前就做一些小生意，一个月加起来就3、4千块钱，家里没存款，就如果我们结婚的话，可能彩礼还要我男朋友自己掏钱。他们就是明确表示婚后不会与我们同住的，但我考虑到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就婚后肯定要很快生孩子，他妈妈要过来带孩子，肯定会同住，而且要给他妈妈生活费。他的房子就是比较小，我一直就想婚后和他一起出资买一个大一点的，但他始终就是不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可能一是确实没钱，二是他总是认为他父母很辛苦，但他自己又属于花钱大手大脚的那种，然后不想有压力，及时享乐型的，就因为这个事情吵过几次架，他也明确的说，如果你要接受不了的话，就接受不了我的条件，你可以去找别的有钱的。然后我最后就还是喜欢他，然后就妥协了，不了了之。但随着时间深入呢，我还是就是觉得物质条件不太能接受，如果跟他结婚，可能就以后一眼望到头了。然后2号男嘉宾是我的前任，29岁，身高长相比较普通，理工男，国企，年入大概15个 W， 但他是当地的土著，然后父母事业单位的，年入也有30个左右，然后当地有4套房子，1套门面，但他就属于比较直男的那种，喜欢打游戏，然后爱好较多，比较专注自我的。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他忽略我，比如我生病就不会对我嘘寒问暖呀，然后晚上回家他会忘记我，问我有没有到家之类的，就不太喜欢捏人，大概1周见个2到3次。但我如果说要求他干什么，他也会干，我要他见面他也会见，但我就属于那种黏人又拧巴，然后就凡事希望对方主动的那种。就在一起时，可能我之前半个月就会找茬，就觉得他不关心我啊，就被害者的那种，然后吵架提分手删他微信，但他就偏不吃这一套。然后过几天我又受不了，就去求和，搞了大概4、5次，然后谈了半年左右，最后一次我提分手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和好了。然后就是就我和他在一起就属于物质上我是拼命付出的，因为当时很喜欢他，然后情感上又拼命索取，得不到反馈又会觉得委屈，但他就说我是在自我感动，他不吃我这一套。然后现在分手2年，我和现任谈了有1年多了，他就突然有诈尸出现，说对不起我。后来我和现任闹分手的时候，和他一起吃过2次饭，他在不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情况下就提过想复合的想法。我现在就是比较纠结，因为我知道和好的话他也不会改变太多，不会立刻变得关心我，但是他父母又明确的想让他结婚，想带小孩，而且物质支撑也可以，我就觉得选择这2个人是完全2种的生活方式。而且可能由于我自己父母的童年的打压，就总喜欢说家里没有米啊，然后特别节俭，导致我现在就是很怕别人觉得我条件不好。然后谈过的男朋友基本上都是家里条件还行，但自己不工作或创业失败的，因为这样他们就比较有时间可以关心我体贴我吧。然后可能后面又会因为他们的父母太强势，或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一点都不工作不上进，然后分手。也有遇到过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但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拧巴，然后又很自卑，做出的动作就比较的别扭，然后导致前期对方很喜欢我，想推进结婚，后期可能因为我的各种错误的动作，然后又下头。我基本每段恋爱里都是钱财上会比较付出的一方，因为怕对方觉得我物质，但是情感上又很索取，就我总是会放弃朋友觉得条件很好的那些，然后适合结婚的对象，然后选择我自己喜欢的关心我的，但到后来又发现问题很大，
就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对方的关心是很重要的，但是我现在已经快30岁了，我还是没有，就是找到一个正好的那个正常的结婚对象。就外貌和年龄可能都不会再成为优势了，我现在就每一步都很怕后悔，就很希望蛐蛐帮我解答一下。你的问题短期之内解决不了啊，你的心理状态的问题很大。你的这些什么自卑啊、索取情绪啊这些东西啊，它都需要比较长期的沟通才能得到一个梳理。在我这个地方呢，很难有什么质的改变。你刚刚说的这2个男的，这要在我看来肯定是一个都不能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是2号吧，比1号稍微强那么一丁点儿，但是呢，前提也应该是，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聊说，你说那你比如说你愿不愿意跟我拿，比如说20个 W 或者30个 W 彩礼，然后那个收入上交，那么我们就和好，就是必须要有条件做前置，然后这个关系才有重启的必要。没有条件做前置，你去重启，然后你又会轮回到以前的相处模式里。而且之所以会相处成对方对你比较冷淡呀、不主动关心这个呢，实际是自己的问题，并不是对方的问题。是因为你刚刚也说了一个点，就是你老是希望别人去自觉，就这一切的一切是源于你对于亲密关系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清晰认知。你对于亲密关系是基于想象的，你想象当中你认为男人应该主动，男人要主动提供情绪价值，男人的情绪价值高于他的物质价值，就是你所有的这些你理解的点呢，全是错的，你懂吗？就你理解的这些点位压根就跟现实不相符，你说你怎么开心得了呢？你跟谁在一块他也开心不了啊。事实就是在于，在中国的这种大环境之下，男人跟女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实际上是男人要往这里面一直付出物质，他在不停付出物质的过程当中，然后他还觉得这个女生一直在做自己，他觉得这个女生一直在做自己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男的就拼了命的想索取这个女生的注意力，然后这个女生有任何的想法直接开口，你跟我把这个搞了，你跟我把那个搞了，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这样的关系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是最稳固的、最开心的、最幸福的。这样的女生她就又能拿到物质又能拿到情感，但你的整体的动作稀巴烂是因为你的整体的底层架构完全建立在一个不切实际的基础上面。什么我拼命的往里头付出物质，是因为我要索取情感，结果全错。我们是在索取物质的过程当中，然后让对方牵引了情感，全错，明白吗？就是我如果能让这个男的对我付出很多物质啊，基本上啊他就会一直围着我打转了，是这样的。如果我不能让这个男的把他的物质都投射到我身上，那我很难牵动这个男人的感情哦。就也遇到过那种，但是就还是我不喜欢，然后他给我钱我也不想要的那种。所以我说了呀，就是你的想不想这个什么欲望什么东西都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基本盘，就你整个对于情感的认知全盘错误，所以你才会呈现。就好像我说小的时候啊，我们都喜欢那个篮球场上面穿着白衬衣篮球打得很好的那个男孩，能够证明我跟那个男孩在一起会幸福吗？不会。什么最终让我明白了幸福的真谛是什么呢？是我不断的在尝试，不断的在试错，最终终于寻求到了原来男人好用比好看更重要，明白了吗？这是真理，它是在实践当中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一直依托于一个错误的想象。可能你从小到现在你的意识都没有发生过改变，但这个意识从头到尾它是错的。对，所以你才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对我好的我不想要。你一定要接纳那些好，接纳完了那些好，然后再学着怎么，再学着去提要求，撒娇软着要，这种过程你要慢慢一点一点调整，一点点调整，它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呢，我跟你说，我对你的这个连麦啊，我的帮助会非常的小，而且我觉得你是需要很长期的帮助的这种人，要不然的话你很难找到这个发力点，你找不到这个发力点。我建议你要是2号男嘉宾先拿结果，比如说你1号男嘉宾给多少彩礼乘以2，找那个2号男嘉宾要。如果2号男嘉宾能打给你，你就跟2号和好，和好完了你再拿着你那个彩礼费用来我们这1v1，我再告诉你后面怎么调，我只能这样，要不然你这收入太低了，我们都不愿意收，你知道吧？我不愿意你们拿着那点有限的米在这搞这，真的真心话。
就是我不需要对方一定要有多少钱，但我觉得错了呀，父母，我就说错了呀。你越是不需要，你越是追求你的执念，你越是觉得自己不幸福，因为你的需求是空想，他根本到了生活当中落不了地。因为那个男的不给你花钱，他就不爱你，懂了吗？你的高尚不能让你幸福，明白吗？就这样啊。好的，谢谢许许。你们太愚蠢呐，愚蠢呐！你活在自己的想象里面在谈恋爱还不懂啊？我不需要他有多少钱呢，我也不需要花多少钱。你不需要他有多少钱，但问题是他的钱不花在你这，他花在别的地方，他的钱就代表了他的注意力，懂不懂？不是说让你物质，让你现实，而是你要明白，你越是希望这个人把关注放在你这，你就应该知道什么是他最重视的，拿走他最重视的东西，他就会跟着他重视的那个东西转移注意力。你们的逻辑是全盘错误的，懂不懂啊？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们讲，就是跟原生家庭是脱不了干系，但是我们谈原生家庭没有用，知道吗？你们一定要充分的去认知这个世界，自己在自己过去的行为模型当中，如果没有拿到正反馈，怎么才能让自己过得更好？把自己原有的行为模型倒过来搞，懂不懂啊？你们的愚蠢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行为模型并没有给你带来正反馈，已经让你很难受很痛苦，在每一段关系里都在痛苦，都在下线，但是你依然不愿意改变你的行为模型，懂了吗？我们为什么今天妈的感情科学家，情感麦肯锡，恋爱科学家，为什么我每一次谈恋爱，如果我做的一个动作给到我的情绪上不是正反馈，我下一次就会把这个动作倒过来搞。我不在乎我的思想对不对，明白吗？因为我的思想对不对，这个叫执念。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些都不叫真实的答案。真实的答案是什么？最终我这么操作了，操作完了以后我爽了，我开心了，我得到了我想要的，这个才能代表对，明白吗？是要动作先改变。我们很多客户，就是什么样的客户能在我们这里拿到结果啊？就是他不思考，听你的，因为他的思考得出来的永远是他原有的那些结论，他原有的那些结论，那些动作是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最后的那个结果的，因为他原有那些结论推出来全是之前不幸福的结果嘛，对吧？如果他能放弃思考，他能不纠结于我想要的是，不纠结于我曾经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是这么想的呀，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的呀。如果你能放弃自己的觉得，你只是跟着做，你做完了得到了正反馈，你再去回想，哎呀，搞了半天是这样，你才能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走上一个正确的轨道，对不对？你本来想的就是错的，你本来想的东西就没有让你得到结果，你还要往那个方面想，还在跟我到最后一秒钟还要跟我纠结，可是我不想要钱呢。你过去快30年不都是这么想的吗？你得到什么了呢？你是没得到钱，你得到感情了吗？你得到爱了吗？你不是一样没得到？你这个男嘉宾他说了句什么？我就这样，你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去找个有钱的吧。人家什么意思？翻译过来，我没有那么爱你，你爱走走。扎不扎心啊？扎不扎心啊？对不对？你这不就是这样的吗？你们父母也是这样，他自己已经过得个稀巴烂了，是吧？自己打个螺丝打一辈子，痛苦的不得了，每天为了柴米油盐呐，扎地头的汗，然后还要教你呀，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你得这样，你得那样，对不对？不是一个意思吗？不是一个意思吗？他在自己的行为模式之下，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快乐的人，然后他还要教你1、2、3、4、5要这么搞。那你说你按照他这个1、2、3、4、5这么搞，你得出来的是什么结果？是不是他的重复性结果？人家说为什么历史总会重演？因为人没有变。
如果你想要历史不重演，它的核心在于你要变。不是很多女孩子是这样的，想要爱，想要爱，想要爱，因为她想要爱，她打出的一系列的动作叫什么？索取爱，索取爱，索取爱。结果呢，发现事与愿违，对吧？你想要爱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个男人不给你爱呢？为什么呢？对吧？因为你在索取爱的过程当中，你是在干嘛？你是在索取他的关注啊，对不对？你是在限制他的行为呀，你是在让他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儿啊，他想去玩，你要让他陪你呀。他就上班，你说你不行，你不要上班，你过来吧。你这个是你索取爱，单纯的索取爱，对不对？索取爱就是索取他的时间，索取他的关注。你爱我呀，你为什么不爱我呢？我这么爱你，怎么不爱我呢？你说过的话，你为什么不兑现呢？这个东西空不空洞？是不是很空洞？对吧？这个就叫索取爱，索取爱却不能得到爱，因为什么？因为你索取爱的过程当中，你让这个人不舒适，极度不舒适。他不舒适了，他为什么要爱你啊？对吧？所以我们是不会索取爱的，我们从来都不索取爱。我们都是要变得值得爱，我们不索取爱，懂吗？我们是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对方，你不爱我，千千万万的人等着爱我。不仅仅如此，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到我这儿来。那是什么？那就是他每天用汗水换来的物质，对吧？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吭哧吭哧的从早到晚的朝九晚五的，他为了什么？他为了什么？他是不是为了赚那点东西啊？我要让他把这个购买力全部放到我这儿。我跟你们说，钱是什么？钱不是爱，钱是购买力，对吧？购买力他花到哪儿，他就在哪儿购买了东西，他花在哪儿，他就在哪儿购买了东西，对不对？我要让他把钱给我，然后我为他提供一些价值，情绪价值、声誉价值，对吧？面子啊，社会光环。他把他所有的购买力都放在我身上，他还有多余的购买力去购买别的东西吗？他就没有了，对吧？所有的购买力都向我这个地方集中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购买别的东西的时候，他不爱我，他爱谁啊？他不怕我跑了，他怕谁跑啊？我承载了他此生全部的购买力，对不对？所以呢，他只能千方百计的把我留在他身边。如果他千方百计的想把我留在他身边，他爱不爱我？你这个时候还要问我纠结，他不是真心爱我，那都是被逼的，是吧？那是因为我花了他的钱，他不得不爱我。你们一天不走出这个童话世界啊，一天就找不到人生的掌控感。我是不是跟大家讲，我说男人两个口袋，上面一个口袋，下面一个口袋，对不对？我说我们不是要一个男人不想出去，我们是要让一个男人没能力出去，对不对？你们老是想着我希望他心甘情愿，我希望他就是自己的自觉的把所有的关注爱都给我，而不是因为他没能力了他才不出去玩的。像你们这么想问题啊，我跟你们讲，那些所有的成功的人都成功不了，所有的当领导的人都当不上去，知道吗？因为这个根本不符合人性的底层逻辑，这个不存在对哪个颜色的男的啊，哪个男的都一样，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们想想，哪怕性别调转呐，有一些女的为什么在一段关系里走不出来呀？她把她的自己的身家都给那个男的了，最后她心疼的都不是这个人，心疼的都是他的钱，她生怕他不跟你来栽了，那些钱就再也回不来了，知道吗？你们看现在那个欠钱的，对不对？你恨不得呀要提着米提着油提着粮上他家里去要债，为啥？你害怕把他惹毛了，他不给你了呢。
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还怕把他惹毛了？那么我感受到的实际成果是什么？我感受到的实际成果是不是就是你对我的尊重？你哄着我，你捧着我，你围着我玩，这个就是我感受到的实际成果。你们老是在乎这个实际成果背后，哎呀，他心里到底是真的假的？你管他真的假的呢？你永远都在管他是真的是假的。我告诉你，真金白银都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呀？你脑子里虚妄的对于爱情的幻想，那才是假的，对不对？转念啊，正确的逻辑架构要有，然后你才能打出正确的动作。你们的整体逻辑架构全部是虚妄，那么你上面任何的动作全部叫做海市蜃楼，什么目的都达不成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那个签名版的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还觉得我讲的空啊？妈呀，宝宝，你多听2场吧啊！我就差点把标点符号都交给你了，我还讲得空。先去学学金贵的关系啊，乖，去社群里面跟大家讨论讨论啊。哎，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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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菊，可以听到吗？不好意思，先稍等我一下。你好，曲曲。我接下来讲的经历呢，可能会有点扯，但是我是真的找不到一个入口了，所以想听你点醒我。我的基本盘是25岁刚开始工作，然后现在在2线城市国企，年入10个 W， 家底是做生意的，条件小康，985本科，香港硕士，颜值外貌7分。男方基本盘是他30岁，然后收入的话按项目为单位。听他描述，至少有3到4个小目标，还有一些房产、不动产。现在问题是我们在一起了7个月，然后第一次10点半是在1个月的时候，在那之前没有买过任何礼物，对我的付出大致是给我家买点东西，或者是给我带个洗面奶之类的生活用品。后来第一次出去旅游呢，用他的算法是说我们花了20个 W， 但是其中实打实花在我身上其实只有6到7个 W， 其他都是包含酒店住宿啊，或者机票啊，还有他和朋友在饭局夜店上面的花销。但是他每次提起这次出行的时候，都会把所有的米算在一起。5月份第2次出去玩的时候，2个人手机都丢了，然后那以后他就一直说是因为照顾我喝醉了，所以把2个人手机都丢了。那时候我比较着急，所以问当地的朋友借了2.5个 W， 他说回来就会给我，但是至今都没给。借了2.5个 W 干什么呀？给2个人买手机？对，买手机还有买机票。然后在那以后呢，他就一直说他的卡因为丢手机的缘故锁住了，然后后来6月份他去出国处理过一次，他的卡好像也没有处理好，后来我们出门的花销基本上都是我6他4，但他还不乐意让我说，因为他总会说他给我家做的一些事儿难道不需要成本吗？他给我家帮的忙不需要人脉吗？之类的话。然后后来8月份出去旅游，全程的花销基本上都是我9他1，然后甚至是他还建议我卖掉一个包一个项链，然后花完了之后呢，继续让我用花呗用信用卡，
一直他的说辞都是他之后会帮我还，但是从8月份到现在2个多月，他要么就是把还款日期就我们一起去设置，然后往后拖，要么就是让我分期。但是我每次跟他沟通，他都会说他这个米到账了，他就会给我解决；他这个项目结束了，他就会有米。即使是我们分手了，我也会给你解决。就是到现在我上完班，然后还要出去做兼职，他都没有要给我帮助的意思。然后转折点发生在前天，他问我，就是之前他说他项目很紧张，然后我就主动提出我要不要问我朋友借点钱，然后帮他垫资。然后他就前天问我的时候，他就说你问你朋友借钱，你问你的是谁，然后就要看我手机。然后呢，恰巧看到一个男生跟我聊天，然后他就想看，但是我没有同意，然后他就要走，但是最后没走成，就聊了接近1-2个小时吧。这期间他也没有动怒，也没有发火，他甚至说我们会好好的，但是之后你不要限制我，你也不要要求我做任何事情。然后他又翻旧账，说之前他看到我手机就是有男生来我们城市出差的时候给我发定位，他觉得我们肯定频繁聊天才会这样。然后或者是他看到他还说就是我问那个借米的异性朋友肯定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才会愿意借米给我。这时候他的情绪都还是稳定的，结果后来去送我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就说我把你送到你单位，我凭什么把你送到你家？然后突然很暴怒，然后他就说，然后我说因为我脚烫伤了，所以我走回去会很麻烦。然后他就说那就打车，我给你叫车。然后我说那你别叫了，我当时，然后他就一下子暴怒，说不叫你就给我滚，然后让我下车。然后当时我没有下，后来就跟他又掰扯了大概10几分钟吧，最终还是下了。然后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联系过。其实他就挺大男子主义的，然后他一直声称我们俩谈恋爱他花了50万，我算不出来他怎么样花了50个 W。然后但是我知道我这边实打实的是从最初存款10几个 W 到现在负债10个 W。他一直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事儿可能很多我都是不知道的，然后很多资源也都是需要他平时去维护的。你快速提问。然后我现在其实有点说不下去了。你快速提问。提问就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这样，好像表现出很抠，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一直说要带我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他要搬公司，他要搬去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包括帮我办我出国的签证，因为他出国要出差很久。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要不去医院拍一下脑子吧，好不好？你去医院把脑子拍一下，真的，拍个 CT。就你这话说的，我都严重怀疑你这脑子有问题，知道吧？就从头到尾哪一个点，这男的是个什么东西，我都听不懂了。职业 P 某 A， 软饭硬吃，我都完全看不到点在哪。你还要为这种人去负债个10几个 W， 你是怎么了？你是怎么塞不出去了是？因为他其实也给我做过很多事儿。什么事儿？就是比如说我父亲过生日，然后他买了个3W 的皮衣，然后或者是或者就是其他一些小事吧，类似于这种生活上的事儿。我真的建议你看脑子啊！我真的建议你看脑子。就这种男的，说实话，我告诉你啊，你知道为什么他最后那样骂你吗？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好不好？你知道他最后为什么要骂你吗？昨天是昨天吗？前天。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好不好？这个结果一定超乎你的意料啊！你觉得是为什么？看不起。为什么看不起呢？好骗吧？不是的，他突然骂你，是因为他这2天要去跟别人约会，你知道吗？他盘女的米盘的不是你一个，听得懂吗？
所以我才说我给你的答案一定突破你的认知啊！突然之间的暴怒，对不对？然后把你甩下来，对不对？啊，什么不把你送回家，我又给你送单位，这个那个，为什么？来不及了，赶时间了，当时他临时又约人了，懂吗？是这么个理由。这男的出来职业的，专门搞 P 某 A 的，他绝对是专门搞 P 某 A 的，职业的啊，能给你整成负债10几个 W， 你可真是个人物啊！职业选手啊，绝对手上盘的不是你一个，我告诉你。他前2天的这个动作没有任何第二种原因，没有，只是因为有一只比你更大的猪等着他去杀，仅此而已啊。好，明白了。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了，好吗？他也不会放过你，他还会找你，直到你所有的东西都套不出来了为止，他才会彻底撤退。我觉得对自己最负责任的行为啊，就是如果还能啊，就是去找叔叔啊，也再去找一找啊，报个案。如果说搞不回来了，那么起码你要明白一件事儿，不要跟这个男的此生产生任何关联。但是有一个小事儿，就是因为他之前通过一些关系帮我去办签证，然后我还有一些资料在他那里，这不重要，护照在他那儿。我可以报挂失，好吗？可以报挂失啊，这都是小事情。你可以立刻去报挂失啊，不要让他拿着你的证件出去又搞些别的，好吧？好。还有，以后啊，你可以跟男的一起花米，我告诉你底线是什么？你跟男的一起花米的底线啊，是他6你4，超过这个底线，不允许相处，好吧？不允许相处啊。在我们这里都没有他6我4的啊，在我们这里直播间的女生，基本上都是19、28，就是他肯定是大头，我们是小头。但是到你这儿，我觉得难度有点大，他6你4，这个就是极限了。你今天给我听清楚了啊！好吧。好，谢谢曲曲。我刚刚跟他讲，我说你信不信那男的是搞这个？为什么我会说我给出来的答案会突破你们的认知？因为你们只会觉得这个男的只是不想还钱，对吧？你们只会觉得这个男的只是不想还米而已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只是最表层的一个东西。这个男的职业 P 某 A 的手法，从这个女的这里搞米的这个手法，他不会轻易的把这个人抛弃掉，明白吗？他们这种职业的 P 某 A 的搞米选手，一定是要把你吃干抹净，把血都喝光，他才会把你当破抹布一样扔掉的。但凡你还相信他，但凡你今天对他的状态是相信他，是舍不得他，还是有感情，只要你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东西，他能闻得到，他就不会彻底撒你的手，懂吧？他并不是通过这个动作完彻底跟你了断，不是的，他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彻底跟你了断的时候，因为你还在帮他借米呀，你还在帮他想办法借米呀，给他创业呀，给他搞这搞那呀，对不对？你还在做这个动作啊，你还有后续的生产力呢。只要你还有后续的生产力，他就不会撒手。他现阶段为什么会这样发神经？那是因为有其他的理由，不方便，懂吗？有更大的猪要杀。你这是个穷猪，你是不是个穷猪嘛？
我说个不好听的，这种人嘛，他大的也要搞，小的也要搞咯，对不对？苍蝇腿也是肉咯，你就是那个苍蝇腿呀。那现在遇到一个新猪，现在遇到一个有米的新猪，那不得赶快把你先搞下车？怎么把你搞下车？他都不需要理由了，他就是起跳蹦就完事儿，发火蹦，劈头盖脸把你一顿骂，一顿羞辱，然后让你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他都不用过脑子了，他在你这儿，他把你驯化到这种程度，他会撒手吗？他不会，懂吗？他只是这2天不方便，你放心，他还会回来找你的，好不好？今天啊，你把我这个麦你给我听死听进去，跟他之间不要有任何的来往，该找叔叔找叔叔啊，能往回要多少往回要多少，实在往回要不回来那也没办法，因为人家也会判定你们2个人是正经恋爱关系，可能会判定你这里面很多的东西是属于什么为恋爱花销的经费，所以绝大部分可能是要不回来的。但是我就建议你老死不相往来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签名版的《你就时光》这本我的书，我的第1本书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是我吗？是的，你说。曲很喜欢你。就今年的话，我是29岁，年收入30，学历是本科。然后之前是从事文职类的工作嘛，然后通过饭局认识一位姐姐，认识一个年资产10几个亿的大佬。他呢是以助我创业为由，打算在他的地产类开店。由前期呢，他付出了10几个 W， 大约后续的话是给米以店租方式进行长期绑定。目前呢这个项目的话，就工作项目的话是由姐姐那位认识的姐姐想跟我一起合作嘛，然后就前期的话是以合伙人的身份，然后分成的话是以5-5分。但是他这个工作类型的话是大多数都是他有一些关系网，然后是想就感觉是被利用的感觉。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撤退。我没太听懂是个啥项目呀？就是一个大健康的项目。你要投米吗？要投米，但是这位大佬他是说前期的话他会给我投米，但是要进行一个长期的绑定，然后有付出10几个 W。 什么叫做进行长期绑定？怎么进行长期绑定？就是他目前他在一个区，就是超一线的城市一个区的首富，他有很多地产嘛，现在就是说他给手上的一个店给我，但是以就是装修还有产品这些需要投钱，他是以就是赞助我的形式会给我钱，但是就是感觉被绑定。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给你做这个事儿，怎么你们就叫长期绑定了？你们2个人是男女关系吗？他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想泡你呗。对。所以呢，你的意思是不想给他泡？我目前的话是已经拿了他10几个米嘛，然后也有10点半的关系。那就已经泡住了呗，已经2个人已经有这个。哎呦，你们能不能问问题的时候坦诚一点？我真的很累，我跟你们像挤牙膏一样的。你这个事儿不说明白，我哪知道是个啥呀？你们俩现在就已经是这个男女关系了，但是你什么意思？你是想撤退还是怎么着？我目前就感觉
如果要进行这个工作的项目的话，也挺复杂的，就感觉落入了这个姐姐的一个圈套嘛。就她后面的话会给我一个5分从，不想牵扯太多。啥叫落入圈套？你落入谁的圈套了？我都没懂。什么就落入圈套了？你跟人签什么卖身契了？没有，他给我引荐的这个大佬。是他想跟你做大健康，不是大佬想跟你做大健康。对，他这个女的想跟你做。对，做大健康的这个项目。来，你来，我给你捋一遍，你看一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因为我实在听不懂你在说啥。是这个女的给你引进了这个地产大佬，然后呢，对，你跟这个地产大佬呢就扒上了2个人，然后这个地产大佬呢给你付出了10几个 W。现在呢，你这个姐姐想跟你2个人在这个地产大佬的这个麾下做大健康项目，是他们的楼盘里边是吗？对。然后呢，这个米是由大佬给你投。是的。然后你不想跟这个女的搞。他的这项目的话都是他的一些关系网啊，我觉得在中间。你不要觉得，你是不是不想跟这个女的搞？对，你不想跟他搞，你现在是问题卡在哪儿了？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还是什么意思？你问题卡在哪儿了？你是不想跟这个女的说你不想跟他搞，还是你想让这个大佬不要给他投，把米给你？你到底想干嘛？我目前纠结的点的话，他的社交圈的话其实质量蛮高的，还有这位大佬就接触的人群的话都比较好，就属于那种收藏家，还有一些茶艺啊，还有一些反正就是对我就是向上社交的话是比较有利的，但是我又觉得长期跟他们绑定的话，我拿不到米。你为啥觉得你拿不到米呢？就感觉被卖的感觉。你为什么觉得你拿不到米？就这块的话，因为我是大佬这边他是承诺给我的钱的话是以投资这个项目投进去的，后面的话一些店租的话也是从他给我的这些米当中去出，还有一些就是投入这个项目的，所以我就感觉拿不到。所以说我刚刚有问你啊，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跟这个大佬好了，然后这个大佬要拿米去投你这个姐姐的项目，你觉得划不来，你觉得不如让这个大佬把米直接给你，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对。你就直接跟这大佬说不就完了吗？你就跟他说呀，你说这个项目都是他的，而且都是他控制，我也不懂。你既然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话，那个米你给他，那你还不如直接给我。你就这么说呀？就这么简单。对啊。是的。你还有啥问题？好的，那我没有什么问题。好，拜拜。哎呦，你们啊，在我这儿啊，就别打马虎眼了，好不好？啊，你们都来找我了，实在是要是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你不想说，你就下去1v1算了，好不好？难以启齿，我又不想跟别人说我跟这个大佬有一腿，我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过河拆桥，哎，别个女的给我介绍了，我就把这女的蹬了，我又不想人家听出来，我是不想让这个大佬把米给他，我想让大佬把米给我。你这环的这个诉求都不想说，我这是今天是猜出来了，我这要猜不出来呢，你说咱们连这个麦累不累？你们这不行就下去1v1算了，好不好？多难为你，真的是。你说我们这个直播间吧，人就是蛮多，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对不对？这就是个公开平台，你们这个事儿一出来吧，那没办法，大家都在这听着呢，我也没办法给你开个小灶，对吧？你这个10分钟钱也花了，你还是要把个事儿说明白的，你不要在这里我跟挤牙膏一样的这鬼猜的，跟猜谜在这，我累死了。但凡那个智商啊稍微比我低1分钱都不知道你在说啥，知道吗？他没有关
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我们签名版的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又回复你们。这一本是我的首部作品，然后这个里边讲的是我个人从小到大的一些故事和感悟啊，然后也是一次这个试水。如果这一次我们这本书大家都很喜欢的话呢，我就会尽快的推进我的第2本，好吗？来下一个。我们连麦是要预约的不是光送礼物就行的，要先预约审稿，再排队，再送礼物。Hello， 你好。你好，能听见吗？可以，你说。继续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恋，我是98。不要退出哦。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恋，我是98年的，身高180，长相端庄甜美，然后唱歌也比较甜，经常单独吃饭会有那种老板给我买单，然后比较招有钱人和年纪比我大很多的那种人，同龄人不太招。然后目前是前几个9月份的时候刚刚离职，目前无业接一些礼仪和模特的活动。然后是原生家庭不太好，是农村家庭，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然后小地方，然后父母也不同意那种扯证带娃的人，然后男方是38岁，扯过快乐证，是一个帅弟弟，长得比较帅，然后是带一个多少岁？38岁。对，38岁还没到爹家呢，乖乖，你这么一说，你这得罪一窝子人啊！咱们注意一下情商要在线啊！接着说。然后他是做工程的，然后房产比较多，然后身家他自己说有1000万，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到。然后为人豁达，比较善良，不太会拒绝别人。在一起五个多月，然后吃喝玩乐转米，一共有10几个 W。然后我的问题是，最近发现他有跟女生去看电影，然后还有别的女生有转米，数额都比较小，远低于我。然后但是我就是很不舒服，因为我比较重感情，容易产生依赖。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应不应该断舍离？你是要跟他结婚的吗？以前有过这种想法。你自己家里什么水平啊？就是农村家庭，很普通。农村家庭就是比较没有任何帮助的那种。那断舍离也没到那个份上。他跟别的女生有什么？你发飙不就完了吗？发飙啊，惩戒措施啊。他是那种就是有点不承认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比如我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然后我爆炸的话，然后他就会说，我总是找事儿，然后说我不知道付出，然后就。那你就再多找找嘛，对不对？多找找嘛，一个38岁的男人，他有婚史吧？扯快乐证。对啊，他有娃吗？有。哎呀，价值也不高，你才98年的，也很漂亮，我觉得你再找找吧，好不好？多找几个啊，权衡。但是我觉得圈子比较小，然后之前确实也认识一些老板什么的，但是他们都年龄太大了，比我大好多。哎，但这个男的也就太一般了呀，你就再找找。我就是说，你不需要对他那么忠诚，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没有相应的东西让你去这么忠诚，你这个付费权益没有必要给他开。但是我可能容易被他抓包吧。抓了呗。抓了你还不是可以反咬一口？他就说我不知道付出，然后现在就有点降低付出的感觉。你说那还不是因为你？你说你38岁，你又有婚史，你还聊骚，你还对我不忠诚，你还说我无理取闹，你说那我图你什么呀？你又这么跟他说呀？本来就无所谓的一个事儿，要好不好呗。就是说
不用把它看得太重要，本来就不重要，本来就不重要。他有婚史，他也不是很有米，你还外形方方面面的，年纪又都还在线，想搞米就搞个有米的，对不对？年纪嘛就无所谓。想结婚，那么就找一个相对来说，放心的，年龄相仿的，没有婚史不复杂的，对吧？也可以呀。你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找的不就是个一次性杯子吗？这个男的就是个一次性杯子，想用用，想扔扔呗。主要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认识别人。你1.8米，你也不出去走个秀啥的，你也不是模特。出去走有那种日结活动，经常走。对呀，你多去参加这种活动嘛，多去参加比赛嘛，参加活动嘛，那人还不多。然后那我现在要跟他分开吗？我是咋说的呢？我讲的怎么还是中一中呢？我在这儿，我哪句话没听懂啊？主要是他就是可以帮助我，就是开一个，就比如培训机构，或者是啥培训机构呀？你能给人培训啥呀？就是也是那种模特之类的。你自己出去搞，好好挣米，好好认识人，搞什么培训机构啊？你不搞培训机构，你还帮他挣米，脑子坏了吧？搞培训机构，你随便租个房子就能搞，需要他吗？好，我知道了，谢谢琪琪。拜拜。你们总喜欢年纪轻轻，总喜欢听些男的给你画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饼，那些饼我都听不进去。什么给你注册个公司，这典型的。哎呀，最怕的，那我跟你们讲几个流派，好吧？稀巴烂的饼，几个稀巴烂的饼的流派。第一个流派就是注册公司流派，是吧？我给你注册个公司，注册公司都不要钱，注册公司。第二个流派是找工作流派，是吧？我给你找个工作，我给你安排个好工作。哎呀，我又被警告了，我这不说的挺好吗？哪有问题了呢？又被警告了这。你说是不是？这什么？这又出来一个，你搞个工作室流派，给你搞个工作室，这租个房子就能搞，知道吗？租个房子就能搞啊！你要是有那个教人收费的这个能力，你不需要这个男的给你租那个房子，懂吗？你要是没这个能力，你也不要让人家给你租这个房子，因为他给你付了这个房租，你又赚不到米，最后还把米赔了，又落的这个男的说一声鬼画饼，对吧？又落些画饼，何必呢？还有一个流派，预定包包流派。真的，我现在目前看到的，你们还可以补充一下4大流派，知道吧？注册公司流派，这个什么找工作流派，开工作室流派，还有预定包包流派。什么是预定包包流派？就是带你去买，然后就说这要买的这个要定，然后定大概要多长时间？定到2个月、3个月，然后你的包没到，人没了，包还没到，人没了，知道吧？这几个流派，你们就是稍微的注意点，好不好啊？女孩子年轻漂亮，我跟你们说是极大的本钱。年轻漂亮，要是再会点小才艺或者干嘛的，我跟你们说，那真的是你这不愁吃喝，知道吗？别整这些，他们这种东西太廉价了。想注册公司你就自个儿去注册一个，要不了几个米，好不好？就跑点流程的问题。也不要相信那个预定制，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好吧？你别信那个什么找工作，找来找去那工作也就几千万把，你那个工作有天还不如自己去应聘，还搞得快一点。你去应聘，你去当个主播，你随便搞个什么，你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个几千万把的工作找不到啊？
还非要他给你找，怎么他能给你找个5万10万的工作？他能给你找个5万10万的工作不？这都是些鬼，知道吧？真的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对，预定这个流派的，你们一定给我注意了，什么预定的、预定包的、预定珠宝的、预定车的，你们一定给我注意了啊！预什么定？把米给到你，你自己不会定，你要他给你预定，你非要他给你预定，能不能把米给你，你自己去定？你是找不着那个奢侈品店的门还是怎么着啊？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要我们签名版的我的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别信那个找工作，你这工作你自己就可以找，我都说了。人家给你找的那个工作它不值钱，那不如你自己出去找，知道吗？他们能给你找的那个工作也就是几千万把，你们年轻漂亮的姑娘自己出去找一样能找得到。来下一个来。还有上一次连麦的遗嘱流派。你好坏呀，这都还记得。还有个男的拿遗嘱画饼的。拿遗嘱画，我真的是受够了，真受够了，什么东西？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你好。喂，哎，你好，你说。哎，是我吗？哎，你说。哦，你好，曲曲啊！我天天听你的声音洗脑，脑袋里全部都是你的声音。你稍等一下啊，我拿一下我的那个笔记。然后我先那个讲一下我的大概情况吧。然后男嘉宾是36岁，然后超一线大厂中层，然后年收是100，然后外面的投资大概有1000到2000多个，然后每年分红的话差不多有100家，然后我的基本盘是32岁，然后名校毕业，12年就入围成了，然后有1枚粉宝宝，然后16年呢发现那个对方劈叉，然后就马上出围成了，然后同时遇到这个男嘉宾。也是陪伴度过了我就是最困难的时间吧。然后现在我们在一起长跑7年，然后粉宝宝是被这个爷爷奶奶带上学，然后我是假期带。然后我之前也是在大厂工作，然后年收差不多20家。然后2019年因为男嘉宾的工作调动，我们换到了另外一个超一线。然后因为口罩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商量以后就决定我就没有再工作了。那男嘉宾的性格以及付出，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高自尊，然后非常自我，然后有一些大男子汉主义这种，然后比较爱面子的这种，然后对生活品质和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然后也是自己奋斗吧。然后付出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在一起的前5年，大概就是花了有400多个吧，然后给到我或者是我们共同的生活。然后近2年大概就是会把工资的一半，差不多50个 W 给到我，然后投资的分红每年有100个全都给到我。然后时间方面，就是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就像就是连体婴儿一样，基本上一直都会在一起。然后他的应酬也很少，平均就每周1次这样。然后我的性格方面是比较温柔，然后可以提供这个情绪价值，然后主打一个陪伴吧。然后家庭的话，我们都是2、3线，然后普通家庭，然后我的可能比他的稍微好一点点。然后颜值这方面，我们俩应该都是8分加。
然后我们的一个大背景是因为我们可能之前的观念有一些冲突，然后他是那种特别需要完全的个人空间，然后不能被窥探啊、质疑啊，然后有疑问啊，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我们之间的节奏也是一直是他来主导的这种，然后所以我就不能有我想要的这种报备呀，或者说视频啊之类的这种，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度过了一个非常痛苦并且长期的一个磨合期，所以，但是我们也最终也没有谁离开谁。那现在呢，是处于度过了这个磨合期，然后感情比较稳定的一个过程。然后基于以上的情况呢，我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之前呢讨论过这个入围内的这个事，然后他的说法呢是认为围内并不是我们，就是并不是特别适合我们的方式。有2个原因。第一个，比如说之后我们可能去国外拿身份，或者说是有一些资产的风险值啊等等原因，然后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我这边，会更就是从他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可能更安全一些。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我们之前过度的比较长期的这种信任的磨合期，令他长期的比较压抑的状态，对围内没有信心。然后呢，从我这方面来看，毕竟他外面有2000多个投资，而且他的个人价值比较高，所以我是想入围内的。那我想听一下曲曲的这个意见，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是之前您说的那种，就是有点骑驴找马呀，或者说是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我继续问第2个问题。然后第2个问题是我入围的经历以及有粉球的这个事情，他的家人并不知情，但是除了他家人以外，他的朋友啊、生意合作伙伴啊，然后我们非常好的就是同事啊、朋友，这些都是知道的。包括跟他的家人，我们相处的很好。那他的说法是想我们可能有计划这个 DIY 之后，就是水到渠成，然后他的父母会自然的知道，也会接受。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话，就我的认知里，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会让老人家比较为难吧。我不想隐瞒这个事情，最起码是在我们要入围的这个阶段内，所以我妈妈的观察是她是他们家的长子长孙，然后呢，目前家族里算还混得比较不错的，然后呢，她基于她的性格，她就无法开口吧，然后我想听一下曲曲，就是这个方面我应该怎么办？就这2个问题。首先针对你的第一个问题，你有点贪，就是说你在这个关系里，你非常明确的第一点啊，我告诉你，你非常明确的第一点是你是一个绝对的既得利益者，对吧？对的。第一点。第2点，你在这段关系里以目前的状态来说，你是绝对不愿意失去的，对不对？对的。你又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且你绝对不愿意失去这段关系，那么你所琢磨的说他是不是骑驴找马，他是不是这个，他是不是那还重要吗？你是没有后撤空间的，你是没有后撤可能的，拿不起的选项它就不叫选项啊，对不对？你只有一个方向。我也可以后撤。你目前因为我基于就是我目前我自己包括存款啊，或者说我的资产，我是可以有一个就是后撤的可能性。后撤的点位在哪儿？后撤的点位在于这个男的有对不起你啊，这个男的现在啥事没干呢？你后撤，你会撤吗？我们所谓的拿不起的选项在于你的心理认知，就是你对这段关系啊会有一个心理认知，你又得到了很多利益价值，对不对？这男的也没出啥毛病，顶多就是他现在不想领证，不想结婚，他没干嘛，他米也都给你了。你会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做撤退或者说离开这个动作吗？你有什么东西去推动你做这个动作呢？就因为他不给证儿，你为了去博这个证儿，你能撤吗？明白，对不对？所以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首先在这个点位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想那么多。你要是他真的出问题了啊，这个时候你说反正我手上也有米，我就要你忠诚，你既然不忠诚，那我掰，对不对？你起码有一个动力在后面推动你做这个事儿。你现在这个情况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动力的。你琢磨那么多，其实纯粹叫做内耗，它不能够为你的任何决策做支撑，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你刚刚说第2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啊，我们说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这个男的虽然说他在语言上面呢，他是
哎呀，我也不想领证，我这个那个，其实他内心当中肯定会有1、2、3、4、5的顾虑在。那他跟你之间没有求这件事儿，能不能说是一个顾虑？他肯定算一个顾虑，为什么？因为你有嘛，他家里人又不知道嘛，对不对？他可能不止这一个顾虑，他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就是他说的那些，比如说什么身份啊，什么国外什么资产隔离啊，1、2、3、4、5，对吧？他所有说的这些可能都能构成他顾虑的一部分，但是你不能不说这个东西是事实嘛。但从他的行为层面上来说，他这几年下来确实把他能给你的米都给你了。这个男的如果他从头到尾想的是后撤，从头到尾想的是换人，从头到尾想的是骑驴找马，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明白。他自己把他自己甩出去玩，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甚至于其实啊，他这样付出下来其实是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现金筹码在手上的，他其实是会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如果换句话说，如果是你出问题了呢，对不对？其实他没有给自己留足后手，就是如果你有别的男的了呢，对吧？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这个人呢，本质上来讲，他其实是一个，第一，他有一个很大的性格特征，他非常的自信，而且第二，他非常的拿得起放得下，知道吧？他是绝对的自信，绝对的拿得起放得下，绝对的大方，才能支撑他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今天走入到这个情况。他能这么做，我告诉你，他的内心世界的独白是，就算你要离开我，我也无所谓，我随时随地我都能起来，而且我也能找到对我好的女人，因为他认为他很值得。就这个人他的内心独白是这样的，他才会支撑他这些行为。所以说呢，我也是建议你不要去挑衅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得失心吧，因为他其实主观上并不想搞事儿，只是说他认为火候不够。那你们之间如果有求呢，能进一步推动他更想跟你们两个人稳定下来，就是这样。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你也不要想什么他父母你父母这个那个的，不重要。因为这个人呐，他是绝对是自己主观意愿为转移的。是的，对的，他不会听别人那些东西的，要不然他不会选你。他能选你，他也不会在乎他爸妈怎么讲，只是说他认为这件事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球，他这个事儿呢能更不内耗，不用去跟别人解释这么多。了解。行，好，那我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好，就这样，拜拜。好，谢谢您，拜拜。我反复跟大家说呀，不要反复陷入到自己的情绪当中去。你一直在陷入到自己的情绪当中去，你因为对方的一些语言行为产生了很多情绪，然后你们是基于情绪在做思考，基于情绪做出来的思考，它永远都是不吻合事实、不理性的。我们任何东西的思考一定要基于这个事儿的基本盘，基于大家动作，然后去推断出他的底色，他的性格底色，知道吧？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这些东西大家要想明白，或者我的目标是什么？我有什么？对吧？要基于这些东西，不要基于情绪。很多人他会基于情绪，他就会怎么样呢？他一感知到这个男的不想跟我结婚，我立刻就跳脚。但是他没有考虑过，他如果跳脚跳的这个男的不搭理他了，对他来说是损失还是利好？他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只是想当下解决他当下那个情绪的问题，对吧？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的。他这个男嘉宾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客户。就这个男嘉宾是这种 YYDS 的客户，知道吗？又大方，然后呢又拿得起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是这样的，你不要反复的去挑战他，那让他很不爽。因为你反复挑战他，让他很不爽之后，他就会选择舍弃。这就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呢，他这样的人有一个什么特色呢？就是他只要认为他愿意承担，那么他就会更多的去承担，他不会去推卸，想着我怎么能少承担一点，我怎么能够自保我怎么能够把自己搞轻松一点，把别人搞得紧张一点。他不会这样，他会让跟他相处的人呢
尽量的更舒服，但是你不要去挑衅他，你也不要试图去控制他，你一定要让他认为所有的选择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知道吧？我也是这样的人，绝对的拿得起放得下，愿意付出且拿得起放得下。就是我认为我的付出是基于我自己的一种本能，我喜欢付出，我喜欢对别人好，但是我所有对别人的付出和所有对别人的好都是基于我可失去，而不是基于我不可失去。就在我的内心世界当中没有沉没成本，知道吧？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任何人在跟我相处的时候，就最好就是大家舒舒服服是最好的。你不要试图强势的去控制我或者怎么样，但是只要你能活在你自己的安全地带，那么我该做的事儿我一点都不会少干，我只会多了做，我不会少了做。但任何时候你让我极度不爽了，我都会直接把你踢掉。就是我不会想着我前面投入了多少，我不会想这个问题，知道吧？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跟他这个男的特别共情。我要是等我50、60岁了，哎呀，要是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小弟弟出现在了我的身边，我觉得他可能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我应该会成为一个稳稳当当的伯乐女。来，当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我们签名版的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你们都要把你们的儿子送给我吗？让他们好好练练。等我去幼儿园接他。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哎，你说。很开心那个能有幸跟你连麦。然后我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就是我是一个女主播，然后我刚刚毕业，刚刚大学毕业，今年21岁吧。然后我做主播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大哥。然后这个大哥一个月半左右吧，给我刷了10几个，然后转账的话有3、4个，本来说有一个包包，但是没有兑现到位，然后我们就出现了一点裂痕，就是因为我发现他在答应跟我见面的当天晚上，然后给别的女主播就那个，然后我就有点崩嘛。给别的女主播干嘛？是有点想，没有，只是刷礼物。然后呢？但是同城的，然后可能我确实有点作，所以就是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大后撤的动作，因为之前也拉黑过他，然后就把他又全拉掉了。然后我就去，这时候我直播间还有一个2号男嘉宾，然后2号男嘉宾年纪比他小很多，然后2号男嘉宾30出头吧，然后1号的话是20加，然后扯过证，不是大我20加，然后扯过证，然后我就去跟2号那个暧昧了一下，然后2号问我他给了我多少。然后也给了我一样的，我就去跟2号见面了。然后见面之后，我就理解了1号说的一些话，就是他当时一直跟我说，他说不见面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就是喜欢一个人嘛。然后我跟2号之后，我就回头去找1号了。然后我就给他就发求和的那个嘛，然后就把微信加回来了。现在就是我想跟他见个面试一下，然后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来问你。怎么办呀？有啥怎么办的呀？你不是去试一下吗？去试呗。你有啥怎么办的呀？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跟我是不是认真的嘛？怎么会有认真的呢？这个世界上都没有，咋想的呢？啊，大哥还能跟你认真呢？大哥是大家的，大哥是你的，哪位呀？那我就好好播嘛。你好好播嘛！你要跟人见面那是做客情，懂不懂？跟人见面那个叫做客情，你干嘛？你谈婚论嫁去了你？我确实有点那个想谈婚论嫁的意思。哎呦我的妈！你别你给我把脑子搞正一点好吧？你关注我多长时间了？好久了。好久。我知道。你是我们学员吗？就是劝你主播好好直播。你是我们学员吗？不是，暂时不是。你别暂时啦！你，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干主播的，你们都不来学习一下吗？啊！来个大哥，把人大哥当自己老公搞，大哥是你老公啊？没有，
不是，他给别人主播刷礼物，你凭什么给人拉黑呀？关你啥事儿啊？人家上你这个餐馆吃，不让去别的餐馆吃是吧？啊，你是什么？你是个什么？你是个黑店？你是不是搞笑？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搞笑？别人到底是来干嘛来了？别人大哥给你刷礼物干嘛来了？是摁什么？是干嘛？你回答我。是来消费嘛，来买快乐。对呀，人家是来消费，人消费者，你把人消费者拉黑，你啥意思啊？你为啥老拉黑消费者呀？啊，就我也意识到我这个行为非常非常不对了，就是所以就你意识到你的行为不对，不是因为你把人当消费者，是因为你发现1号你不喜欢，你就找他去了。你意识到不对是在这儿，你发现哎呀完了那个男的我不喜欢，你还去找这个吧，这个是你的出发点，你这个发心也有问题啊。好，是爱学习是吗？咱能不能该学习学习呀？把自己的这个技术啊好好精进一下，知道吧？发心稳定一下，内核稳定一下。好，你重复一下我说的话，大家是那个大哥是谁的？大哥是大家的。大哥是干嘛来了的？大哥是来消费的。很好啊，可以。请你每天默念30遍，好吧？不要跟大哥发脾气，除非大哥是个 M 啊。那是给情绪价值的一种方式，好不好？那我还要见吗？想见，我说了，刚刚说我说见客户叫什么？我懂你的意思。回答我。正常的维持。做客情，正常的维持关系。好，懂了。没什么。那好的，我懂了，我不要想那么多，我该干嘛干嘛，就提升自己。好 ，OK 了。再见。好的，非常感谢。你们啊，一天到晚的遇着个大哥想嫁人，别个大哥家里的姨太太都快排不下了，知道不？都是被你们这些主播1个2个2个3个的都在那排站。大哥娶我，大哥快娶我。别人大哥说我出来消费一下，我出来玩一下，玩个娱乐场所，咋的？个个都要跟我谈婚恋嫁呀，我害怕。我本来只想谈一场没有结局的恋爱，怎么回事呢？都要跟我长相厮守，都要跟我生猴子。哎呀，什么时候啊？我跟你说，那个大哥，你说你有个标准好吧？那个大哥呀，要给你送一个5克拉的，给你送个5克拉的那个什么哈荣温森，好不好？哎，那是我要跟你求婚啊！我要跟你搞世纪婚礼，你再跟我说啊，这是真的是要结婚的。在此之前，什么大哥啊发了个红包啊，刷了几个礼物啊，让我跟他吃个饭呢，别想多了行吗？别想多了。你们平常可能在维系客情的时候会有那种啊，亲爱的宝贝，哎，老婆，哎，老公，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一切怎么理解？你就是那个 NPC， 懂了吗？怎么理解？可是这不是谈恋爱吗？不，这不是谈恋爱，这是什么？这是你是 NPC， 懂不懂什么是 NPC？ 你只不过啊，是一个那个叫什么玩游戏的那个场所里头的工作人员。大哥去你那个地方，他就是为了体验一场爱情的剧本。你就是那个里面的 NPC， 明白了吗？你就是在扮演，你在那个剧本里头在扮演他的女朋友的角色啊！不要入戏太深，你从那个剧本里头出来了，你们两个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好吧？哎，大家没有关注的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签名版的，你就是光的宝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那个字母是啥意思？自己去搜。我跟你们讲，我不是过生日这几天我们在杭州做了那个1天的生日会和2天1夜的课嘛，然后我们那些报了名的宝宝们都惊呆了，大开眼界，真的直呼内行，你知道吗？我跟你们讲啊，我们那个老师啊，就是教的那些东西啊，整个就是一个大震撼的动作，真的是大震撼的动作，你们知道吧？太开眼了。
我之前啊，我们在网上啊，老是刷到，就是人家说什么啊，这个魅力那个魅力的那个，我之前看那些人，我都觉得这男的真的能喜欢这号？我看他们那个样，感觉跟半身不遂似的。就我之前老刷到有一些直播间里头在讲什么10点半魅力的，你知道那些女的，那个眼睛感觉就是动的，就是不知道是开刀开坏了还是怎么样，就是眼珠子感觉都不带转的。完了，她整个人那个感觉就是让我不知道，感觉像那个什么呢？我就老感觉我看他们吧，都不能说是那个高端场所的，感觉都像那个洗头的，真的，我感觉那个洗头的。我之前还在想，我说这，我们说10点半魅力，就这那男的真的喜欢这我脑子里无数个问号啊。然后这次呢，我们那个3天啊，我也跟着大家一块儿，哎呀，感受了一下真正的大师，你们知道吗？真正的大师，我的妈呀，太牛了！我跟你们说实话，我们那个老师啊，50岁。我看他搞完呐，我说完了，他跟我抢男人，我抢不过他呀！真的，我觉得他跟我抢男人，我绝对抢不过他，太狠了，真太狠了！而且他们那种不可能在互联网上的，知道吧？那一个镜头都播不了，那玩意儿一个镜头都不能播呀，没有一帧能播的，太好玩了，真的是太好玩了。反正呢，有机会我觉得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次我们一共去了20多个我的超级无敌铁粉，然后大家整体的评价非常之高，非常非常的满意。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啊！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想要了解我刚刚说的这个啊，这个呢我们是有普通版的，我们普通版的1个月大概有3到4次，但是都是线下啊。所有的想要了解的宝宝，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啊，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包括如果你们想要签名版的书也是一样啊，首页粉丝群。来下一个，我们只能在这一个城市弄，目前，因为我要把控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环节，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知道吧？这个事儿还是挺复杂的，不是谁都能干的，说实话。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听不到，下一个，下一个。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活动一结束，我们就收到了好几个客户给我们发来的这么长的感谢信，我真的不骗你们，这么长的感谢信。Hello， 你好。Hello， 你好，曲曲老师。你说。你好。我的话，我咨询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婚恋关系，然后先介绍一下情况。我28岁，身高165，身高颜值的话大概6、7分左右，然后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然后男嘉宾的话是同龄，然后在1线城市大厂一个小职员，然后我们是对碰认识的，谈恋爱半年左右，感情也挺好的。然后我们都是有计划进入围城的，但是最近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最近才知道他爸爸那边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的，然后他父母的话都是小苹果，然后在老家一个小城市，然后反正最近才知道，就是知道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我男朋友就男嘉宾最近总是在背着我接
就是当着我的面不会接他爸爸电话，然后我觉得有问题，所以我就去看了他的手机，就是看了聊天记录才知道的。就聊天发现就是最近父母他爸爸那边就一直在跟他施压，就是说不同意我们在一起这样子。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在认识我男嘉宾之前有一个房产也是贷款的，现在贷款的话还剩100个没有还。他爸爸那边就是觉得压力大，就是会我们在一起之后会是一个负债这样子，就是强烈，就是态度还是挺坚硬的，就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然后刚好，但是这个问题是我打算去他们家里见父母之后才发现的，因为我男朋友他8号，就是这个月8号要回家参加朋友婚礼，然后我就说刚好我休息，要不要带我一起回去？他同意了，也帮我订了机票。然后我最近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就想说要不要缓一下，然后我就隐晦的就告诉我男朋友说我们要不就是缓一下，就是可能最近天气比较冷，就找其他借口。我男朋友说不用，就是反正他自己压力也挺大的，感觉到心情也挺不好的，但是他还是要带我回去。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跟他回去的话，见父母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关系？见了就说呗，有啥好处理的呀？如果人家特别态度强硬的话，那不谈就不谈了呗，有多大个事儿呢？但是我是28岁哦，其实我跟我男朋友的关系就是感情还是挺好的，我们两个就是各方面都很好，而且我们两个也比较坚定，都是想进入围城的。那么你不用在乎他父母什么想法什么感受啊？就是我是想说他爸爸这边的一个态度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因为他的话可能小姐你不去见你咋知道会不会影响呢？你见完了不就知道了会不会影响了吗？而且会影响与不会影响是通过你的焦虑可以改变的吗？也是。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上周的问题，那时候我连麦没有连到，所以最近这个焦虑我也是缓解了一些，但是我还是想听一下曲曲的意见，所以我还是选择跟你分享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该见完了以后看态度，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主要就是我从我的角度，我还是不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来跟我男朋友分开。小姐啊，所以我就是想这个事儿不在你这儿决定，是在你男朋友那儿，不通过你解决，懂吗？主要是他的话，我看了记录，就是他比较坚持我们的，但是的话比较坚持我们。你咋听不懂呢？他要坚持到底，你这个婚自然结得成。如果他会被他父母所动摇，那么你坚持没有意义，懂吗？你坚持只会把自己拖到30，所以你不需要思考，因为这个问题不在你这儿发生解决方案。然后的话，其实我也明白，就是如果说就是我们两个感情好，他一定会这个问题就是一定会解决的。就是假如说我就是想有这个想法，假如说他就是我去了之后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也没有好好沟通，然后回来之后我想继续推进这个关系的话，因为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父母是离婚的，但是他们就是没那个扯了快乐证的，但是他们就共同都是只有他一个小孩独生子。就是说假如这个问题去见完面之后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想继续推进这个关系，就是我们两个都还很想就是领证啊这些，我能不能就是直接领证？可以啊，你想领就领吗？你又不跟他爸领。其实他是家里的独生子，我就很怕以后对于以后的婚后的生活可能会
我再问一遍，你怕改不改变结果？就是我比较焦虑一个问题。你焦虑改不改变结果？你今天焦虑了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你能不能改变他们家怎么想？你不会想要说服他爸爸？你不会想要让我跟你给套话术，让你说服他爹吧？我是想说他回去也不是，因为我们2个学生，他爸爸，因为我看了他的记录，主要是我们如果以后在一起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他父母那边的经济的一个支撑的。如果说真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跟你发生关联，你讲的每一个问题都不跟你发生关联，我不知道你在琢磨什么，你能改变什么？我如果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就不焦虑了。现在我就是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没有区别啊，没有区别啊，还是得他自己搞定，还是你搞定不了。你能直接说服他爸妈吗？你不能，要靠他说服。你能找到他爸妈要财政吗？要不了，只能他要。你能干什么？你能帮他偷户口本吗？不能，只能他自己偷，对不对？你能干什么？你只能跟他说：“宝宝加油，我支持你。”就结束了。就是问题的关键是我男朋友不告诉我他这个问题，我问他他就不告诉我现在有这个问题，他不告诉这个问题，他告诉你，不告诉你，好，现在假装现在你知道了，然后呢，你的解决方案呢？你能做什么？你能干嘛？我告诉你怎么着呢？你很成熟，你能给他一套话术，还是你能亲自上门说服他爹，说服他妈？你有这个信心？告诉你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就是可能他也是怕我烦心，所以不告诉我的。那不就结了吗？你因为这个能力又承担不了，你看他不告诉你是对的，你看你一直知道，你跟疯了一样，告诉你干嘛呢？你又疯了一样，又不能，你又没有什么办法，你能把你那个100多万的贷款先还了吗？好，就是问现在解决问题，就是我根本就不用在乎，让他们解决就好了，是吧？因为你解决不了，好不好？啊，我再说一遍，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那个100多万的贷款还了，好吗？好，请你把心放肚子里，每天睡觉，完事儿啊。好的。好，就这样，再见。谢谢，谢谢。你们天天为一些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担心，你怎么不担心世界末日啥时候来呀？你不担心世界末日啥时候来？是不是？你不担心哪一天那个马斯克研究出来怎么上火星了，他把有钱人都带上去了，你穷的像个鬼，你上不去，你咋办？你咋不担心这呢？我天天担心那些问题，你能解决不？跟你不发生1毛钱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啥好担心的。我跟你们说了的，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放弃焦虑，知道吧？在无法改变的事情上放弃焦虑，没有意义的焦虑，你去焦虑它干什么？我跟你们说，我原来我是跟你讲，我这个书里面也讲了的，就是我在美国那段时间，我不是去之前被人骗了米嘛，对吧？被人骗了米，第一轮被人骗了80，就是我直到现在这个书出来的前夕啊，在跟你们直播的时候，我爸妈才知道这个事儿。真的，这事儿都过去多少年了？这事儿是17年发生的事儿，到现在为止，我爸妈知道这个事儿大概也就不超过半年，不超过半年。为啥呢？是因为有个阿姨被人骗了，跑到我家来诉苦，然后很痛苦，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只好拿出我相似的经历过来安慰他。我爸妈在旁边听着下巴都掉了。我要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在家里是因为这么被曝光的，我都不会在直播间里面跟你们讲。真的，我是因为那个阿姨跑家里来没办法了，她说她被别人骗了200，我心想这我咋办呢？她要安慰她，我只能跟她说我也被人骗了，知道吧？因为我也有这样的伤痛来跟你共情，然后人家顿时就觉得哦好受点，你明白吗？结果我爸妈当时看着我下巴都掉了，整个人都震惊了。但是你说我17年的时候我能告诉他们吗？
我告诉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徒增焦虑。你说呢？那我跟你讲，我那个美国也去不了了，对不对？我当时是去美国的前夕啊发生的这个事儿啊，当时离我去美国就1个月都不到了，发生的这个事儿。你说如果被我爸妈知道了这个事儿，他还会让我去美国吗？他们，我要是当时去不了美国，你说我后面的整个人生轨迹是不是都不一样了？对吧？他除了焦虑就是焦虑。我还跟你们讲，我后来回国以后啊，我有个闺蜜也被人骗了也差不多80-90吧。结果呢，她就跑我家里去跟我爸妈聊天儿。然后后来呢，我当时本来不在家，后来我回去以后，我爸妈就说你那个闺蜜过来跟我们说啊，她这次被人骗了80-90。然后你知道我爸当时说了个什么吗？我爸当时站起来特别语重心长的说，天哪，他说我都不敢想，他说我要是被人骗了80-90，我现在肯定要从这个楼上跳下去。真的，我当时听了这个话，我他妈心里就在想，妈呀，幸好我当时没有跟他们说。真的，我爸当时就这样，他说这要是我，他说他居然还睡得着觉，他说这要是我被人骗了80-90，我得从这个楼上跳下去。我当时真的，我心里我一声不敢吭，我默默的回房间了，我也不想参与探讨，知道吧？我默默的就回去了。我要不是现在挣米挣得多，我要不是现在挣米挣得多，这个事儿得在我心里真的得烂在我肚子里，这个事儿真的会一生烂在我肚子里。你说你们天天想着，哎呀，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他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他告诉你呢，你能咋的呀？你能改变现状啊？你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又没能力，又解决不了问题，还说别人为什么不告诉你？你不添乱都不错了，除了会添乱就是添乱，对不对？这男的不告诉你吧，本来就他一个人啊，自己想着怎么解决，他一告诉你，你不光不能帮他解决，你还偏在他耳朵旁边念，还要给他增加负能量，还要给他增加无谓的精神内耗，是不是？所以呢，自己实在是没能力就算了，就躺平，知道吗？不要老是想着别人为什么这不告诉你那不告诉你，告诉你屁用没有，还添乱。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的新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哎呀，喝的呀！你把这个水给我1瓶，把这个苏打水给我1瓶。曲曲你好，哎 ，Hello， 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我的问题是发现男嘉宾是为理想讨要损失。我和男嘉宾是在今年6月份国内旅行时认识，成为男女嘉宾，也是我第一个男嘉宾。接下来异地，但城市很近。他之前想给我买奢侈品、充美容卡、买车，我都拒绝了。其余之外，大概是2个月给我花了7到8个 W， 中间他有说以后扯快乐证之类的事。后来国内什么药事件他有牵扯到地球号被限制，就开始在地球号陆陆续续联系，开始联系变得不频繁。但我在他抖音号发现，不要说平台的名字啊。虽然他说被限制不能出去，但他依然有出到国什么外去，然后扒出来他在维里已经扯过快乐证，他现在的店是他女嘉宾的妈妈的店。后面某一天地球号突然失联前还在和我类似告白什么的话，外加说自己在干什么。目前我没有挑明我知道他情况，也没有打他电话，想咨询曲曲的行动。男嘉宾目前年收入在300到400个 W， 目前已知他至少有1500个 W 的活动米。现在想咨询如何向他要赔偿，想要200个 W。目前已知他店的具体地址和做的大公司住的地方。说完了吗？完了。
你这男的都跑路了，你还想找他要米？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方式呢？你找他，人家都不搭理你了。对。你咋不想想，他可能已经被抓了呀？他是不是可能已经？你想啥呢？人都没了，你还想米？我就想他是不是可能就是不想和我联系了？不，大概他前面还跟你联系的好好的，是不是？他不是不想跟你联系了，大概率是这个号又被封控了，要不然就是人被抓了，号没了，反正就是这种，绝对是这啊！不是因为不想和我联系了是吗？不存在，现在人家是泥菩萨过江啊！但是我其实发现他之前跟我说他被限制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他其实还是有在活动的，但他是给我有一些发的话会用这种比较特殊的方式。没问题啊，我都说了，人嘛，就是他被控制了呀，他可能这个号就没了。那至于什么时候再有，那就不知道，懂不懂？这干灰灰的不都这样的吗？他不是干灰灰，黑灰。那我知道他开的店在什么地方，我需不需要就是过去呢？你去了干啥呀？你去了他又不在，他都出国了。他回国了。啥时候回来的呀？他回国了，他是在中间的时候出国了又回来，然后中间还有跟我联系，然后说这个事情已经完美解决了。那很有可能真的是被抓了。这还敢回来，他干嘛的？他是正常开那个店的。开什么店？养生店，但是他跟那种什么药大公司会有合作。不是，你知道吧？因为最近这个行业被抓的很多。这个行业被抓的很多。对，我知道，有了解一点。对的。这个行业现在被抓的很多，知道吧？那人家突然之间没消息了，就是很有可能。你可以去他店里找找，你可以去，没问题。如果你知道在哪，你就去看看，可能就是在门口蹲3天，可能都看不到这个人，有可能。要是看到他了嘛，那你直接上去找他要就完事了呀。就是如果说我遇到他，我通过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要到这个米呢？直接说呀。直接就可以跟他谈是吗？对呀，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我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让他就是给我就是这个米的数额。不是这个，你不存在知道任何事儿。你说你怎么人不见了呢？你说你答应我的事儿呢？怎么弄？不给就不走呗，那你就这样嘛。不给就不走，反正我就怎么着，如果遇到了我就怎么着要把这个米拿到手。那肯定啊，再过2天拿不着又被抓了。要是能看见他人，咱就能看见他人，咱就该处理嘛。那要不然的话，这很危险，现在好不好？就是如果他不愿意给呢？那有什么办法？我就说了嘛，不给你就在那等着呗。我是本来想，如果他不愿意给，我就给他直接就是，就是类似就是跟他们在店外面扯皮。就是说呀，我就是不给不走嘛，你只有这一条路嘛，我已经告诉你了，不给不走，你没有什么别的，明着搞嘛。好的。好，那我的这个问话大概结束了。拜拜。好。我跟你们说，这个什么聊得好好的，突然人没了的这种，我跟你们讲啊，真的大概率都是被抓了。我跟你们讲，我啊混迹江湖10几年，已经遇到很多这样的事儿了，真的遇到好多这样的事儿了。就突然之间，怎么这个人怎么发消息就没回了？再发了也不理了，咋回事？也没得罪他，也没怎么着啊。然后朋友圈也不更新了，这个那个，好多都是出问题了，真的好多都出问题了。没办法呀，时局动荡。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
或者是想要我们签名版的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喝的都是咖啡，你们每一次冤枉我说我喝奶茶，我喝的不是奶茶，我喝的是咖啡。Hello， 你好。你好。哇，这么快到我了。你说。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我的稿子。曲曲你好，你听到吗？我一直有看您的直播，然后您的三观和看待人事物的角度都让我非常受益，然后很感谢你。今天我是想咨询男女关系中关于搞米的问题。我的基本盘是26岁，本科，颜值7分，在北方城市的苹果内工作，然后目前无车房。男嘉宾的基本盘是45岁，是省内一个很大苹果的2代，然后目前经商，但具体资产不太清楚。我的问题第一个是这个男嘉宾他值不值得信赖，他值不值得我去对他进行投入，然后第二个是我应该怎样做来维持2个人的关系，怎样实现我的目标。然后具体情况，我们2个人目前认识2个多月，然后确立关系还不到1个月，男嘉宾投入大概是13个 W 左右。我们2个是在领导的饭局上认识的，然后第一次认识的时候他对我表现出了好感，但是我没有搭理，然后后续2次约我出去吃饭，我都以一些理由推脱了，然后他就通过我的领导来组局邀约我，然后赴约之后我的态度也表现得比较高冷，然后后续男嘉宾这几天就是一直在地球上找我聊天，然后会陆续几 K 的这样转米，然后邀请我到他的应酬的聚会上去见面，我就拒绝了。我说如果要约会的话就单独约，为什么要带我去你应酬的聚会上面？然后他就安排了时间跟我单独见了1次面，然后就是这次见面我们确立了关系，我们2个人一起吃饭聊了有3-4个小时，就在这个期间他一直在说服我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会给我米呀，然后说然后我当时说了，我说我30岁之前的梦想是有车有房，然后他也就说什么可以年底给我买辆车，明年给我买套房啊什么的，然后并且当天就给了我6个 W 的米和礼物，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哼哈了。然后在这之后就一直保持着关系，但是他的态度变得就是比较正常，因为他之前跟我聊天又有点像舔狗一样，他那个就是地球上面说话就像王某聪对孙某宁的那种态度一样，就很奇怪。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然后发生关系之后他就变得很正常了，就从这儿之后就是有点不咸不淡的聊天，但是也是就是一直早安晚安的。然后之后我们陆续见了4、5、6面吧，每次都是他应酬喝完酒之后过来找我，然后这几次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太多的交流，他比较累，就是不怎么讲话，就正常的聊2句，就不像第一次那样，第一次我们真的聊了4-5个小时，然后有很深入的那种交谈，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但是要米的话都会给，然后每次开口基本都是1到3个 W 的这种米，然后他每次都会给，但是都需要我去多说2句，就是我得给他来2轮他才会给我，然后有的时候会撑到第2天给我，但是都会给，没有不给的。然后经过我的判断，这个男嘉宾应该是一个多偶男，应该不只有一个我这种关系的对象，围城状态不太确定，但是他有定期去我们省内的老家的城市去出差，每次出差3-4天，然后在这个期间会对我比较冷淡，然后我希望可以能跟他维持一个长时间的关系，但是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去提高我们的情感浓度，怎样去让关系更深入，因为自从第一次之后，我们就一直感觉没有太大的进度，就是在心理层面。然后我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在1年内让他给我解决车房的问题。然后我想问问曲曲，就是这个男嘉宾他可以信赖吗？我应该怎样去做比较好呢？你现在多大？我26岁。你这个事儿主要是前面节奏就没搞对，节奏完全没搞对，就是你是属于上了一个老手的老套，就是上了一个老手的老套，就是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你没有做出任何出乎意料的行为，没有做出任何出乎意料的反应，一切运筹帷幄，然后上他的轨道，就整体的整个状态下来是没有任何的，对他来说是没有任何新鲜感，没有任何突破，就都是理所应当的一个状态。你就是这么个状态，就是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嘛，那就很清晰，就是一个叫索然无味。你现在跟他2个人每一次见面都是他喝多了，完了以后应酬完了，然后就半夜的这么见的是吧？对，每次都是。
就是这个关系现在也被定性的很清晰。平常聊天早安晚安，你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一般都是他每天早上会跟我说早安，然后一天就断断续续的这样聊天。说什么呢？我不太主动找他。你已经没什么价值了，你还不主动？你已经没价值了呀！你只能，我建议你去1v1吧。你这个情况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你去1v1。那就是这个男嘉宾，他是我值得就是去，就他真的会有概率会给到我想要的东西吗？年内的话，车有可能，房子没可能，就没有可能是吗？对的，车有可能，房子没可能。金额但是他说过好几遍。不是这个点呢，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在一起开始之前，车要到位，这才是正确的节奏。他只要一说，我年内给你买车，你说那，你先给我搞定一件吧，你跟我把车子搞定，然后我们俩就正式在一块儿，可以的，他一定会做。但是因为你没有，当时没有怼这么一下，所以就把这个关系就变成那种一次的就变 low 了。这个事儿他这个节奏就不对了。感觉对，因为我感觉他是多有男，所以我就感觉我现在好像可能跟他其他的女生没有区别，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能让我自己就是有区别开来这样。我说了呀，你1v1吧，完了以后你可以去，如果你实在想那个的话，你也可以到那个我们杭州学习一下也可以。但是我跟你们讲了的，就是就是开始速度太快呀，除非是什么？除非你是在10点半这个点位上给了他经验，要不然他是很难维持长期的大额付出的，因为他对于你这个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兴趣，没有探索欲。对，我感觉现在就比较平淡，好像就现在还是有一些10点半的新鲜感才继续下去。如果说这个新鲜感过去，好像我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是没有什么探索欲所以我就说嘛，我说你2件事你都可以学习一下，反正这个人用不上，下一个人用得上，因为这个人确实是节奏搞差了，前面一定是车先到位，车先到位，你年底房就有戏，是这么个概念。那现在就已经不太好挽救了是吗？我说了呀，你只能主动一点呐。但是你主动的话，我也建议你去1v1，因为需要一些真正有内容的输出，而且不要在意他的反应的这种有内容的输出才行。对，我就是想我们2个可以有一点心灵上的交流，但是后续的几次他不会跟你有心灵交流，只能你单方面的做交流，懂吗？对，他不怎么，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聊了好多。大姐，你还没上手呢，你老说第一次有什么参考价值啊？好的，你没上手吗？第一次，他跟你把天都可以给你吹破。是的。人家洪晃说了的，中国男人喜欢先把你的脑子搞明白，把脑子搞明白再搞你这个人，懂了吗？搞完这个人就不用再搞脑子了，你那个脑子他搞完了没东西。哎呦，那就是我现在就是在10点半上提高一点，然后2件事儿，真的你都可以，你都得提高。你因为你很被动的，你是个非常被动的人，你们会以为被动是占据主动权的一种方式，但这个本身就是一种低端，就是一种低段位行为跟低段位思想。就是不应该被动。你的这种长期的被动呢，它就会让你在别人眼里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人，因为在他看来，就是他就是一个一直以来掌控者嘛，一直以来占主动权嘛，他想攻就攻，他想拿下就拿下，一切都是他的想法呀。你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你有什么主观能动性？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之前都是正常的恋爱关系，然后包括我遇见他之前，我也是一直在对碰，我是想就是正式进入婚恋关系的，因为之前我没有经历过这种类型的关系，所以然后我遇见他，然后我就在想，我有点怕，因为他这个人浪费了我的时间，耽误了我去在优质的年龄对碰。你想多了，他跟你有那么高的见面频率吗？你碰你呗，他影响你个毛线，他影响你。就我该怎么样哈？你能怎么着呀你？人家又没有天天占用你的时间，你自己还在美上了吧？他现在要天天找你，你还不嘚瑟死？你不洗死，想着哎呀年底房子有戏。别人现在跟你的频率又低嘛，你还在那琢磨，哎呀会不会影响我这，影响我那，影响你有神经病，影响你得神经病，是不是？真的是不要想那么多，好吧？好的，就这样。明白了，好，谢谢琪琪。
他内心世界巴不得别人能影响他呢，是不是？他巴不得这男的，哎呀，他天天找我，天天找我，是吧？他要能占用我的时间，占用我的精力，占用我的情感，我也没时间对对碰了，我没时间对对碰了，那他不是车子房子都顺道下？别人现在就是3天2头都不搭理嘛，他还跟我扯这出，真是你们，哎呦！所以有的时候我不想解决你们的问题，因为你们的问题都叫莫须有，我不知道有啥好解决的，真的不是我不给你们解决问题，知道吧？就是你这个问题提到都站不住脚，我还能被你把脑子带糊了，真是。哎，你们啊，都不知道要我说多少次，就是你们不要觉得自己端着，然后被那个男的拿下了就能怎么着。我是不是跟大家讲的，真正的是什么？我一边释放价值，一边拒绝，而不是我又高冷，哎，又不搭理你，然后一天都什么啊？他刚刚我跟你讲，他在这个事里面 low 的呀，他自己还觉得自己很高级。我跟你们说，就这个案例，我好好跟你们说一下。他刚刚啊，在这个里面的男的给他几 K， 他可能也收了，我不知道他收没收。然后完了以后，你要约就自己一个人约我吃饭。你让我每次跟你去应酬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你这个话回的有多 low 吗？你知道为什么你回的 low 吗？当你主动说你为什么不约我一个人吃饭，你要拉我跟你去应酬去，说明什么？说明你对他感兴趣。别人没有怎么着，别人让你出去应酬嘛，给你给米嘛，人家本来想的是啊，大家应酬一下是吧？哎，我该给你给红包，给你给红包。本来人家就只是付费换服务的个事儿，对不对？结果呢？你说什么？你怎么每次叫我去应酬？你为什么你要好好约吃饭就好好约吃饭？你默认了别人是在追求你，对不对？我怎么说你们段位低？有的时候很多人不服气，我把这个点一点出来，你们就懂了，是吧？你说完这个话，那个男的心里就想，我说要追你了吗？我还得单独约你吃饭，还得慎重，还得给你搞个烛光晚餐，怎么着？你怎么这么快就自己顺坡上了就，对不对？人约你干嘛呀？你为什么要主动跟别人说你应该单独约我？是因为你默认了人家这个行为在追求，你主动升级了他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对吧？实际上别人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嘛，人家就是想着叫你个女孩子过来吃饭，给你发个红包完事儿，对不对？就是帮忙应酬一下，就是这么个事儿，你还把它升级动机，你还以为你是经过了多番拒绝最后才被拿下的，是不是？压根儿就不是啊，对不对？这种时候嘛，红包嘛，你要么呢，你不收红包，不想应酬不应酬，对吧？哎，红包一退，你说，哎，你说最近这段时间挺累的啊，不想出门，结束。不想出门就不想出门嘛，对不对？哎，改天有空再约，对吧？哎，每次人家给你发红包，让你都退了，你也不想去。这种呢，说白了，如果那个男的真想约你，他肯定得单独约你，他是不是得单独约你？这个是代表他真的可能哎对你感点兴趣了，对吧？要不然就第二种策略，每次红包收掉，去，每次都能让在座的所有的男的都对你感兴趣，在座的每一个男的都觉得这个女孩真有意思，这个女孩真好，恨不得所有的男的争相想要把你叫去他们的饭局，你也赢了，对吧？你要么搞到人脉了，你要不然把你的个人价值做上去了。这个男的这个时候他要再想来泡你，他是不是得想想这个女的一带出去，大家都这个香饽饽呀，对吧？那我也不能对他太随意了，是不是？这个时候人家再追你，在这个在那个，你这半开玩笑就能解决问题，对吧？你直接就开个玩笑，你说那我不能随便把你当男朋友吧？我对男朋友的定义是给我买房子才叫男朋友。我一个玩笑话开出来，你买我们是男女朋友，你不买我们是哥们儿，对不对？他肯定会跟你说，那这好说嘛，那好说嘛，这个年底嘛，那什么？你跟他说买了再说，我等你哦。准备好带我去看了你就跟我说哟，那个时候我就嫁给你哦，对吧？是这样的，你们总是个四不像，就是总是搞个四不像，是吧？又想要别人钱，然后呢又怕别人看不起你，明明把别人让你去应酬，又怕别人看低了，然后呢又想让别人单独约你，明明就是你自己先起心动念，还要把这个屎盆子扣那男的头上。最后还要说他一开始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明明就跟我聊了3-4个小时呀，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那男的当你做出反应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个女的能够被我拿下，确认了。当你说出你要好好约你就好好约，他心里的独白是想让我拿你呀，那我不拿白不拿，拿吧。他是这么个动态，你说你 low 不 low？ 我是不是给你把他们这个背后啊，这个独白啊，给你搞得一清二楚，知道吧？所以要不怎么说你们要学习呢？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反思，知道吧？段位要提升，不要老是自己拘泥于自己那个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结果最后呢，说是嘴巴上说，嘴巴上说不要，行动上很积极吗？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了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 或者是约连麦，或者是想要我们签名版的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说。能听见吗？可以，你说。我是想来咨询你，就是关于工作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是刚参加工作不到1年嘛，然后我自己这个人呢，就有点在工作当中就有点畏畏缩缩的，跟领导啊、跟同事啊交流，都有点那种小家子气的感觉，有点那种谨小慎微，就生怕好像这事儿你跟领导去讲啊，然后跟领导交流啥事儿，就生怕人家一句话不开心把领导搞生气或者怎么样，然后跟同事交流也是这样，就很不大气。我就想着说，就看您好像在这方面很有。就是很有经验，我就想问一下，怎么去让自己大气一点，就是跟人交流不要那么畏畏缩缩，给人一种不能成事儿的感觉。你能举个例子吗？你能举个例子吗？举个例子呀。好嘞。就比如说，正常我同事跟领导交流就会是那种很大方，就领导这个事儿干一下啊。但是我就是你好，王总、王经理，您看能不能这个事儿怎么样您看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能不能麻烦您稍微等会儿把这个事儿办了，或者怎么样，把这个字儿给签了这个字儿是我这个东西是我刚刚打印好的，给您放这儿啊。我就很小心翼翼，但是我那些很有竞争力的同事，他们就会直接进去就很自然的就说，王经理这个东西弄好了啊，您签一下字儿。我也想学，但是我就知道我自己已经给大家形成了一种这种小家子气的印象，唯唯诺诺的印象，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我没有觉得你唯唯诺诺呀，就你刚刚这一系列，你看大家都说你很可爱啊，我也觉得很可爱啊。你在你在你自己的行为过程当中，只是你自己感觉到可能有一些不适，但是你收到的反馈呢？收到的反馈就是，领导也不会说我这样子。怎么样？他们该办的还是办，但是就是，我就是觉得好像，我同事们那样子会更有竞争力一点。我老觉得自己可能你的竞争力要通过成果做显示啊。如果在你的行为当中，大家给予的反馈上并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大家也会说我就是，就是说，小李，你有时候有点不自信，是不是？就会这样子问我。那你就说是的呢，领导。大大方方，这个就叫大大方方。你不要，我跟你讲啊，就不要装，知道吗？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不要装，对自己坦诚。而且你的行为在我们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你挺有礼貌的。这样吗？那谢谢您，我突然又有自信了。对啊，如果说不是，如果人家说领导说你不自信，你就说是的呢，我也觉得就好了，对吧？你为什么要否认这件事呢？你不要否认。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会给人一种，就是这个人干什么事儿都有点
不利索，就是可能以后有啥有竞争力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想给我再挣了，是这样的，就想着说给那些更大方的同事。你听我说啊，每一个人他都要到合适的位置上才能发光，知道吗？那你说在我们的整个公司内部，难道每一个人都应该冲到我这个台前来跟我一样干主播吗？不是的呀，对吧？他们也能把他们自己的工作干得很好，干得很漂亮啊，他们的工作我也干不了啊，你懂我意思吗？你有这样的性格，你很细哦，你很细，知道吗？而且呢，因为你会不停的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其实你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我相信你做事儿也会比较细。你说的那些粗线条，可能他在做事儿的时候他也会粗啊。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性格特征，就跟一个人去做脸一样的。我跟你们讲啊，高级的人呢，他不是把我要做成范冰冰，懂吗？而是要把我做成一个高级版本的我，对不对？是这个概念。就你只需要在你自己的性格特征内看看什么东西是你合适的，把自己最适合做的这个事儿把它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你把你适合做的这个事儿做到最好，那么你就是不可替代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搞业务，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在外面。而且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啊，在我们团队里边，我们这个事业粉呐，我们做这个叫什么录屏，你知道吗？他是一个说话呀，就是也是跟你差不多的啊，就是哎呀，就是那种很小心翼翼呀，感觉也不是很大声啊，节奏也不快呀。但是他是我们所有的录屏里面做的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很耐心，很共情，客户觉得很舒服，懂吗？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特点，你也要遇到，有的时候这个客户他就喜欢你这样的，你只需要把你自己的这个点做到极致就可以了。那谢谢曲曲。我还有一个就是由此延伸出来一点，就是我这个人吧，你说我细心啊，或者说有一点点温柔也好啊，但是我有时候跟人接话的时候，我又接的不是很漂亮，不是很高情商，就是说很呆滞的感觉。这应该怎么就是有解决的办法吗？举个例子。就比如讲就也是笼统的说一下吧，就可能人家说了一句什么话，就好像别的同事就好像都能很俏皮的把这个话给接住，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话听着好舒服，但是我就是很呆滞的就接一句这样啊，就这样子也没问题，会让人觉得很没意思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告诉你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八面玲珑的人的。你有看过《金贵的关系》吗？我只是在那些B 站上刷到过。我建议你系统性的看一下。我建议你从头到尾系统性的认真学习一下。行，好吗？直播间能买不？你可以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看小助理给你们的发的啊。Hello。行，好的，我在。谢谢。好，你好。好，就这样啊。大家都不完美，没有人是完美的，懂吗？我跟你们说，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的，对不对？讨厌我的人多了去了，不妨碍我把我自己的事儿做明白。你们一定要知道啊，大家呀，千万不要舍本逐末。我跟你们说，很多人舍本逐末，有一些体系内的马屁精啊，天天想着怎么拍马屁，完全不好好搞业务的，这个就叫舍本逐末。真的，有一些马屁精，他天天只想着怎么拍马屁，不想着怎么真的把业务做扎实的这些人呢，他好像看似啊，在短期之内，可能你看他好像挺受人喜欢或者干嘛的，但是实际上，首先从他自己的硬核实力层面没有提升。再一个就是他并没有给这个体制带来真正的利益和价值，这种人其实往往啊很容易被领导拉去干嘛呢？拉去背锅，知道吗？因为真正的那些能够给他带来实际的价值的人呢，虽然说他话可能不一定说得好或者怎么样，但是领导心里清楚呀，他
他知道这个人他干的这个活干得漂亮啊，对吧？我要把这个人弄掉，我损失的可能就是实实际际的我能拿到手上的米。但是这个拍马屁的人呢，说实话，不涉及到重大利益决策的时候呢，我是愿意把这种人留在身边的，对不对？但是真正涉及到重大利益决策的时候呢，你以为你跟领导是一条裤子的，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每一个人他都是绝对价值导向、绝对利益导向的。如果你不在真正的硬核的价值层面做出成绩，你光是搞拍马屁那一套，看起来跑得最近的也是你，但是真正出了问题被扔的最快的也是你，你迅速背锅，迅速背锅，懂吗？不要这样，不要舍本逐末，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本。什么是本？我的能力，我把我的性格特征跟我的工作要做最大程度的结合，把别人安排给我的事儿做得漂亮，不出问题，还能够超预期，这个是你始终要想的东西。这个是无论你在不在这个岗位上，无论你在不在这家公司，在不在这个体系，都会为你加分的东西。另外的那个东西叫什么？叫润色，明白吗？叫润色，就是让别人喜不喜欢你呀，对不对？哎，别人是不是很喜欢跟你玩啊？说不说你好话呀？这个东西叫润色。我告诉你们，我见过一个千亿集团的一个老板，他是一个非常喜欢 P 某 A 的一个人，知道吗？他对他所有的员工下属都喜欢 P 某 A， 但是我就知道他手上有一个老总是个女的，那个女的非常牛，完全不屌他那一套，他对所有的人都 P 某 A， 每一个人看到他都战战兢兢，每一个人都害怕，生怕这个人生气，生怕这个人屌他。只有一个女的，想来来，想走走，今天吃饭，他想坐哪他坐哪，而且他都不会那种说他都不会露出一丝一毫的那种谄媚的表情，他都不会有。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集团最大的财务总，他专门帮那个集团做融资，这个女的专门帮那个集团做融资，他是这个集团的财神爷，你知道吧？根本不屌他。所以说你们要知道什么是本，什么是末，不要把这个东西搞反了。当你真正手上的硬核实力足够强的时候啊，其他的那些东西吧，让你高兴有空搭理，哎，你就把那个事儿也做漂亮。但是如果其他那些事占用到你的精力了，让你觉得有点分身乏术了，或者根本就不用管，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怎么去打造，知道吗？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价值交换的世界，当你能够为别人提供价值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可以轻易被替代，除非你的价值是可替代的，是不是？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我们签名版的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哎，你说。对，曲曲，我是那个金贵的学员。我今天想咨询的就是我接下来的职业规划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今年91年32岁，普通本科3线体制内的一个小苹果，一年12个 W，有车有房，这些资产只有就是将近100个 W 吧。我的原生家庭特别稀巴烂。我刚出围城，有2个篮球，现在是跟着南方。那我现在呢有一个大的窟窿需要补，靠体制内的工作是无法填补的，所以我打算辞职去上海。多大个窟窿？60-70吧。60-70。你现在的收入是多少？12个 W 一年。接着说。
所以我现在就是打算辞职去上海做 YC。我知道就是曲你之前说过，当一个窟窿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应该在这个点位上下功夫，而不是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也有带着这些问题想去国外读 MBA 的打算和动作。我打算就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有目的性的提升自己的认知和能力，同时不断的向上链接，寻求机会。那这个呢是我之前的打算，我也采取了相应的那个行动，通过了新加坡的一所学校的这个 MBA 的内测考试，然后也联系上了新加坡一家 KTV 的 HR。但是后面和群管商量，群管觉得这样，他认为这样是有风险的。一方面他觉得这个 HR 的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觉得可能有受骗的风险，以及辞职的话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我觉得可能非常容易陷入到你说的这种另外一个更大的坑。所以在经过重新的规划，我决定去上海的一个高端商 K 工作。我在就是我自己的城市周边之前做过很短时间的这个 YC， 就是在体制内的同时去做过这个 YC， 但是被我的前 F 知道后，他就闹得非常的狠嘛，他整个人就炸裂崩溃，然后而且也拿这件事情来威胁我，就说要把我的工作给弄掉。后来我们就扯那个快乐证了。我也妥协了嘛。由于我的身高、年龄、长相都不具备绝对的优势，我只有6分多一点的这个长相，以后正米的话，我肯定会去调整，可以达到7分以上。1.60米的那个身高，只是我的身材比例比较好，然后比较会穿搭，我的个性很张扬，也很会跳舞，所以在体制内这个圈子里面算是比较出众，和有光环的。但是呢，去 YC 可能会显得很一般。群管就帮我出主意，他建议我跟您这边连一个麦，寻求您的建议。真的非常感谢他。然后他和我呢一样担忧我去到上海那边呢立不住脚。我咨询过上海 YC 的姐妹，了解到那边 YC 行业特别的卷，而且上海的 YC 白板率现在就是高达40%。什么率？我甚至我自己的个人什么率？白板率就是上不了班是吗？对，白板率达到40%，可能10个人里面只有6个人能上到班。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的感情经历是特别少的，然后个人能力是很不足的，内核也不是特别稳定。我在体制内是走雄竞，就是还算小有成就嘛，但是走雌竞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么由于我在体制内呢，我出国出境都是非常受限制的。我之前就偷偷去了2次马口那个澳门，然后第2次去就链接上3个大哥。目前呢正在用金贵的这个理论再拿来练手。在体制内和家庭当中，我是属于比较强势的那种。那学了金贵和曲的理论之后呢，我懂得了服软和主动提供情绪价值，以及撒娇。但是就是我情感经历特别的少嘛，所以现在正在练手。我对自己的那个认知也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想请那个曲帮我盘一下。以我现在的情况的话，我去上海，我应该立什么样的人设？因为我去了那边可能不止做 YC， 因为存在白板就怕自己也不一定就是纯做 YC， 那我其他的社交渠道可能也会打开。我对婚姻还有生娃都是没有执念的。我现在就是第一步就是想专心搞钱，然后在1年内把这个窟窿填上。然后第2步我是想出国留学，提升自己的学历。第3步呢，我想留学回来，在上海找一个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然后在上海落户。所以想听一下曲的建议。你现在在什么城市啊？我是3线城市，但是我们这个省份是，经济条件很差，我们这边房价就3-4千，3-4K 这种。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觉得你是否可以考虑不要一步踏到上海，就说你可以先找一个，比如说1.5线呐，或者是2线呐，像这样的城市啊。这样的城市呢，首先你的样貌呢，因为你的样貌肯定是不出挑的，知道吧？对，你只能靠软的东西来，靠情绪价值，靠极致的那个啥，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特别的有表现欲吧，豁得出去吧，跳个舞啊，或者干个嘛的，懂吗？发挥你极致发挥你的身材优势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我其实是觉得你是可以考虑，不一定一下子招到上海，因为你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60个 W 的负债，对吧？
对，你目标很清晰，目标清晰的点来源于我第一件事其实是解决我60个 W 的负债。我60个 W 的负债怎么解决？大概率靠1到2个客户就解决掉了。因为你的目标要拆分，你呀，如果想着说我每个月挣多少啊，怎么讲呢？有点慢，因为你的竞争力不够，懂吗？对。但是呢，如果你找准了1到2个客户，让别人一下子首先很喜欢你，就这女的确实啊，虽然说她长得没有其他女生漂亮，但是她的情绪价值是真足呀，但她是真那个啥呀，啊，真有劲儿啊，那么真给劲儿啊。如果是这样呢，很有可能会有那么1、2个大哥会对你很感兴趣。那么你这个时候直接抛出你的困难，你的诉求。60个 W 是1到2个人物解决的问题，你不能把它拆成一个就是靠月收入解决的问题。你解决完这个问题，后面的事儿其实都好说。那就是暂时还是不光辞职。不，辞职可以辞，但是呢，我跟你讲，上海啊，它的这个就像你说的，它这个环境吧，它也竞争很激烈。它如果你没有达到，首先你的外貌啊要达到一定指标，你不达到一定指标，你上不了班，人家哪知道你后面好与不好呢？是不是？我讲的是很接地气的东西啊。对，都是你都不能说白了，那人往那一站，人家都不选你，你说你怎么搞？对，对吧？就是你第一步都出不去，你第一步都上不去，对吧？我觉得你可以把10点半的点位修炼一下，因为真的，其实你第一件事就是叫解决60个 W 的负债，你没有什么，你把这个事儿把它想得更简单、更细致一点。60个 W 的负债怎么解决？1到2个客户，不能天天在那上班解决的。对，就是那你曲曲这样讲的话，我的理解哈，那因为我辞了之后就出国出境就比较简单了嘛，那可能我就比如去 Marco 再链接，就是像你说的这个1、2个大哥，这样你觉得可行吗？你上哪链接这种呀？我倒是有。那你也可以啊，那你有这个渠道吗？那你就试试了。就是现在因为我是那个体制内，又是有一点点小身份嘛，所以出去就很麻烦。这个事儿就没有意义了。你现在已经很明确啦，你就是要米嘛，对不对？你很明确了呀。对，你就不用在这弯弯绕绕的干嘛呢？你现在就是迅速立刻把这个负债一解决，负债一解决之后，无债一身轻嘛。你无债一身轻的情况下，你想去读书也好，或者你想去干别的也好，它起码来讲不会让你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在那个地方。人的负担重了的时候啊，你做什么东西你都开不了手脚。对，整个人磁场和能量都不对了，感觉。反正你看吧，如果你有资源，你要去这个叫什么，就是内地以外，你觉得你有资源，你安全 OK，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如果不行的话，其实我是觉得退到1.5线或者2线去做你的这个想法，它会实现的更快一点。做 YC， 行，好的，曲曲，好吧，就这样，行，曲曲。我们只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具体情况来给予他现阶段最想要的一个东西。这个，哎呀，我的妈呀，这多少人没听懂我说话？算了，没听懂就算了啊，没听懂就算了，当事人听懂了就行了，我们的管理员还真的是认真负责呀，管理员太负责了，我的妈呀，我们管理员太负责了，真的，我们社群还是很温暖，我觉得还是很温暖。无论大家遇到什么问题，管理员都非常非常的细心的来给予你这些解答。管理员真的给管理员点赞，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我们签名版的
书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我们的书前面拍的很多都已经发了，喂，你好，喂，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等会调整。Hello， 听得到吗？哎，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谢谢曲曲，我之前看了你很多视频，然后对我自己的三观还是有蛮大的改变的。我先就是讲一下我的基本盘，我33岁，然后年入的话近100个，然后长相60分。年入多少？100，年入100是吧？对，100个 W。好，然后长相的话6、7分，然后我是在海外本硕，然后回国的，然后现在是在超一线。我原生家庭其实是3线的城市，然后小康。我家里人的话就比较注重教育，然后我自己事业上的话赛道还不错，所以发展的还是算比较顺利的。然后遇到我现任男嘉宾以后的话，就婚前我这边是出了大头，在超一线付了房子的一个首付，然后男方的话跟我是同岁，然后年入的话差不多50个 W 左右，然后现在他行业行情不是很好，所以会比我低一点。国内的普通一本，然后长相也差不多6、7分。原生家庭的话就是经济会比我家要差蛮多的，父母是在18线城市，然后基本上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然后婚前是围城前的话是他比较风趣幽默，然后很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然后房子首付的话就是他付的比我少了很多，但是平时他日常开销的时候的话会相对应的承担多一点，差不多就是他7我3这样的一个消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个蛮大的问题，我跟他认识了没多久之后的话我就生病了，然后我当时是不确定我到底是抵抗力差被传染的还是他传染给我的，然后我跟我感情经历蛮简单的。然后生病的期间的话他也会陪我去看，就是医院里面去看，然后照顾我，但是我这个病将近就是快1年，然后期间的话我就是很抵触10点半这件事情，然后后面我就不小心就是看到他婚前婚后的他多次和不同的人 PC 然后 YP， 然后完全颠覆了我对他的一个认知吧。就怎么讲，就我和他摊牌以后的话，他是跟我讲说就是完全就是因为我10点半的这个问题，然后他没有办法，所以才去外面找不同的人，然后平时确实我们生活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我当时就想着说就是奔着人性都有弱点，然后就再试一试，然后当时也没有签任何的婚内财产协议，就只是当着他父母的面，然后他做了一个保证。然后我病好了以后，他就近2年嘛，我也是试着去调整一个心态，然后去提高跟他10点半的一个频次，但是我心里面就是还是会觉得很脏。然后也很难，就是老是会觉得说我之前病就是他传染我的，因为他就不接这些行为。然后男方就是因为他第一次被我发现了以后的话也就很小心，就从来不敢让我看他的手机。但有一次我还是不小心就看到他还是有跟不同的女生有聊天，然后也有讲说他其实没有在婚内已经就是走出围城了之类的话。然后我质问他以后的话，他也就是跟我讲说因为10点半不和谐，所以没办法，就还是老的原因。然后近2年吧，就我也会不小心就看到他就是外套里面有女生的物品，然后他就会说是同事落下的。然后最近有一个非常触碰我底线的事情，就是男方他会偷偷转我的米，然后多了就是很多次，然后累积起来的话差不多7、8个 W。 然后就是他偷偷转我米的那一段期间的话，他会对我非常大方，就是带我吃带我喝，但其实我当时不知道嘛，其实花的是我自己的米。然后我后面呢就没有跟他就是挑明点破，我就跟他讲说我急需用钱，但是我的钱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找不到了。然后他当时听了也就没有太犹豫，就直接就给我转了10个 W。 然后我其实
本心呢是希望两个人关系好的，然后男生其实也有在上进，也有在增加一个家庭收入，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段关系呢就不是特别门当户对。我现在就心情就非常的纠结，特别是他这一系列的操作的话，远远超出就是我对他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不确定要不要就是继续走下去，想问一下曲曲的意见。他有啥优点呢？我听了半天一个优点没听着。你们去哎呀，我纠结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把缺点说了，要把优点说一说？这优点呢？优点我觉得就是比较会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家庭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生活支出的话，他还是会支出的相对比我多一些，但也不是说他是那种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100%去承担家庭支出的，就肯定我也是要有一定贡献。就是他作为一个老公做的最底线的事儿是他的优点，是吧？我不知道，就是你们要的一个事儿，我是这样还是那样，我是放弃还是继续？这个事儿他不得就是这个天平的两边呐，它很均衡，哎，难以抉择。就是在你们的这种故事里，完全是压倒性胜利。我不知道你在纠结啥。我自己纠结，我也有反思过，因为我跟我朋友聊，然后他们也会觉得像这种去 YP 啊，就基本上是改不了的。然后我纠结，我之前有反思过，是不是我思想比较传统，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接受，开放就是接受沉没成本。不是你的意思是你应该开放点，你应该接受他 YP PC， 然后你也出去搞，是吧？不是，可能是因为我思想太传统了，我没有办法走出围内，然后我总是想怎么样去修复。反正呢，在我们看来啊，虽然我也能理解你，但是呢，我就觉得很傻叉，就是理解归理解，也不改变我认为这个事儿很傻叉啊。就在我们看来吧，这个男的没有价值，我不知道要他干嘛，我留着他是为了干嘛呢？辟邪吗？我不懂。如果我完全要说，我就是传统，我就是那个离不开，像扶贫一样。那就是啊，那本来就是嘛，那你喜欢那也没办法，因为压倒性胜利的过程当中是没有纠结余地的，明白吗？就是说这个人他的优点跟缺点，他的缺点是压倒性的，他的真的压倒性的问题，这就没有纠结空间。那你这个时候纠结的纯粹是什么传统啊，什么家庭观念、道德感呐、什么哎这些东西，那我就没法聊了，明白吗？人家就是说1、2、3、4、5很稀烂。但是我放不了手，那就没办法。对，可能每次我跟他就是坦诚聊的时候，他都会说是因为10点半，就是我是因为10点半呢，那是因为10点半，他喜欢 PC 呀，他一生喜欢 PC， 无法更改，是10点半问题啊，也没毛病啊。我明白了，那其实我还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像我这样的情况，你觉得我如果走出围内以后的话，在就是超一线就这个婚恋市场上面的话，定位是怎么样的？怎么呢？不结婚能死的定位需要做什么调整？是不是不结婚能死的定位？没有，我其实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不就结了吗？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呗。你想这个问题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去定位啊？谢谢，明白了。妈的，1年挣100万还要定位，定个毛啊定！你让那个男的过来怎么来入我的套？你让那个男的想着你怎么来吻合我的标准？我定你个毛线的位啊！我要定你什么位啊？你让那个男的动脑子，怎么来吻合我的指标？怎么能配得上我？怎么能让我多看你一眼？懂吗？我还是定位，我长得什么样的？你定得明白吗你？就你这稀巴烂脑子，还定位呢？我知道了，就可能真的就是太简单了吧，就没有经历过太多感情，然后遇到的人也不是，就没有跟自己想象的太那个了。别想象好不好？别靠想象啊！金贵的关系欢迎你，金贵的关系的社群欢迎你啊！好，我知道了。好，拜拜，谢谢。什么叫做真正的？你们知道吗？我们不讲女权，我们只讲女性意识崛起，女性力量。女人不该有点力量吗？女人不该有点自我的想法吗？好不好？我们作为女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意识、喜好、框架、原则，不能有，能不能有？
我一年赚100万，我能不能有一年赚100万的样子？我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跟谁约会想跟谁约会，想把谁踹了把谁踹了，能不能行？你让我高兴我留着你，你不让我高兴我让你滚，行不行？哎，这是个蛮复杂的事情啊。你们要挣那么多米干什么呢？你们就应该去挣那个一年10万，对吧？你的意识要匹配你的收入。你反正你这个意识也是个稀烂，也是个裹小脚的，你不如把这个米拿去捐了好吧？真的留在你手上也是种浪费。社会资源的分配啊，不应该像这样分配，应该让那个自己就觉得自己很牛掰，哎，我爱干嘛我想干嘛干嘛，我懂得享受人生的人去挣这个100个 W， 对不对？为什么要让那个哎呀我怕他离开，我要挽救他 PC 了，我觉得是我思想不开放啊，他把我搞了病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努力的去弥补。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挣米呢？你挣米的目的是什么呢？啊，米不匹配你的话语权呢，不匹配你的家庭地位，不匹配你的社会地位，那你挣米干嘛呢？你躺平啊，对不对？你总得有一头是轻松的吧，对吧？你要不就是身体轻松，要不精神轻松，对吧？你总有一头要给自己做松绑啊。你说你的身体那么累，赚米是为了什么？是不是让了自己精神松绑？是不是为了给自己做精神松绑？对吧？那些底层女性为什么她的精神那么累？那是因为她的身体没动嘛，她身体没跟上啊，她挣米的能力不够啊，她跟这个社会真正的雄性竞争博弈，她不行，她使不上劲儿啊，对吧？所以她就只能选择精神类咯。那你精神跟身体是不是总有一个要卸下来呢？既然你选一个这样的人，逆来顺受，对吧？又要哄，又要舔，又要适应啊，又要反思。既然这样，别挣米了吗？往家里大字一躺不完事儿吗？大字一躺，任由它天高任鸟飞，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总有一头给我抓住，要不然你会觉得你活着都没意义，是吧？人家说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我觉得身体跟灵魂总有一个做松绑，对吧？你也不用说非要在路上，但是你给我歇会儿行不行？我天天啊，我真的我有的时候在想，你说为什么年入100万的男人他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香饽饽，是吧？他觉得自己哎呀生得不得了，谁他都觉得他看不上，谁他就觉得他配不上自个儿。这个年入100万的女的，她怎么就还想着去我知道悲惨的婚姻结束了，我再该匹配一个什么样的男人去进围城啊？这要是一个年入100万的男的，他是想着哎呀妈呀，我终于可以就是合法多偶了，他想着我终于可以合法的玩了，是不是？谁也管不着我。米呀是一种购买力，对吧？我们要购买我们想要的服务，对不对？有什么想不通的呢？出去玩，对吧？是不行，请你不要给你这个男的花，你在外面给那个有服务意识的男的花，找那个长得帅的身材好的有服务意识的男的，你请别人吃米其林，请别人吃大餐，给别人送手机 iPhone 15都出来了对不对？你还怕人家今天把你舔得明明白白？哎，累，太累了。来，还没有关注的宝宝，早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了解10点半相关的活动以及这个我们的签名版的书，你就是光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
君您好，很开心能跟你连麦。Hello， 你好。我想咨询我和维内男嘉宾的问题。我知道我这个开头开的不太好，有很多地方操作不当。我也是一直在学习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就是当成一种成长的过程嘛。主要是想请教您，我之后应该怎么做来引导付出，希望这段关系能够尽量往好的方向发展。我23，他44，维内都在超一线城市基金行业。我和父母一起住，颜值8分，身高169，爱好比较广泛，就属于什么都爱学一点。他说我是有趣的灵魂。我是大4考研去了一个不错的学校的非全日制硕士，同时本科毕业开始在国有的一个基金行业工作稳定，但是工资目前不太高。我状态目前是挺积极向上的，工作之余就是会学习各种东西来提升自己。他是我研究生期间的任课老师，课已经结束了。他是基金行业创业老板，资产我不太清楚，有3家公司，注册资本总共9000个。今年上课期间我们是没有什么暧昧，然后上课结束之后，今年七夕8月22号晚上，他突然给我打地球电话，说他在和几个朋友唱歌玩大冒险，给相好的人打电话，别人都有3、4、5、6，只有他没有。他说可能有一个，就给我打了，我没接到，他就说了去楼道里，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给他回，他就在楼道里跟我聊了1个多小时，抛出了一些对于我们关系的期待，说我们一定是互相成就，不会是互相伤害的关系，说如果几年之后我有合适的想结婚的人，他就退出，然后并且以后也会继续做我的一个支撑，不让我花家里的钱。他问我对于这段关系有什么要点，我说和年龄差距这么大的人一起的话，肯定需要物质付出和给我介绍人脉资源。他说肯定的，我们在一起会有很多财富，应当是足够你一生去享用的。他问我们有可能在一起一段时间吗？我就是在他的情绪推动下，我同意了。然后4天之后，我们第一次约会，他跟我拥抱，心跳特别快，然后他就亲上来了，就是伸舌头那种。然后在一起10天之后，就是由于我还是太单纯的相信了男人那一套，然后就发生了，也是我的第一次。然后之后他说我彻底把他给拴住了，说以前可能只是客客气气帮忙是过客，这一次之后就是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会拼尽全力去博半生回忆。之后就是在一起2个多月，这期间他这2个多月，他好的地方是会时不时带我去一些场合，见到一些很厉害的各种人，并且每次会以学生身份介绍我，说我在哪有工作，不会在外人面前跟我暧昧，然后也是确实提升了一些眼界、见识之类的，带我链接一些厉害的人，然后我也就相信了他给我画的饼吧。他说已经把我放在了他的人生规划里，希望能是10年、20年长久的关系。我们10点半特别和谐，每次好几个小时。他说我也特别厉害，说我是唯一一个既想让他做小孩子袒露最脆弱的一面，也是想强势占有的那种。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物质付出方面，他会主动给我报销路费什么的疫苗，但是没有主动给过额外的米，然后每次见面就带个什么茶壶茶叶这种小礼物。以前我问他会以什么方式付出，他说现米、一些财富券能产生现金流项目，以及公司里的一些东西会有意识的流出来一部分之类的。他家里查特别严，在他车上安了定位和录音，经常查他手机。他每天回家前都会删我们的聊天记录，然后让我不要晚上主动给他打电话。然后他说他家里那个在苹果方面很有势力，所以绝对不能被发现，否则对我们影响会很大，然后也绝对不会扯快乐证。在反侦查这方面他就做得特别特别谨慎，各方面都尽量不留痕。然后我之前让他在学费上支持我1年6万4，他说现米取太多不方便，然后也不能转米，说回头可以在工作某些地方帮助我。然后我去1v1了，老师让我写小作文，让他分2次给，目前他给了1次。
多少？他说3万多。然后他说让我以后不要再这种3万5万的要了，说以后应当追求的是更大的财富，说以后他公司上市，让我什么股份代持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前几天跟我说，我俩的手机都被某苹果机构监控了，有定位有监听，所有的记录都能被看到。然后他说有个那个机构的人联系他，问他这个是什么人，他说是他很重要的人，说是十几年来就遇到这么一个。然后他就让我对他纯粹一些，不要给自己留后手什么什么的，我就感觉挺可怕的。我的问题就是他这种情况，我们关系还能好吗？然后还能引导他物质付出，就是实现一些承诺吗？说个数吧，你说个数，多少你能撤？说个数啊？我也不知道。200。可以。直接找的就行，直接找的就行。这男的怕的要死嘛，直接找的。你们，我真的求啊，不要想后端，不要想那个后端的东西，行不行？不要帮别人给自己画饼。他不是怕吗？太好了，就怕他不怕呀。这男的他妈手艺高超啊，属于手艺高超那一波啊。他不是学金融的，他他妈学作诗的，他一套又一套的啊。对，你不要搞这些啊！你自己的记录有删吗？我没删，我都有。那就好，那太好了，好吗？他在哪上班，你知道吗？我知道。那就行啊，直接一次性到位200，好不好？200啊，最低限度是100，行不行？咱们在这个里面找弹跳空间，好不好？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让我断掉，一次性给完断掉。对，我真的求你了，你可不能等他公司上市啊！乖，这妈的等不来啊，这啊！他这一系列所有的东西铺垫的，那全部都是要把你耗到他妈的50岁都给不了几个散子儿的这种啊。搞不得，好不好？搞不得。我告诉你啊，他虽然他自己的账户不好搞，但是他社会资源多，200，一点毛病都没有，好不好？你就让他随便找谁，他爱找谁找谁不重要，他会有很多的社会资源能帮他完成这件事儿，他不需要从自己的账户里走。至于他后面怎么去填这个坑，跟你没关系。好吗？那就是目前我是研究生第2年，然后他最近提成系主任了。那怕什么呢？我跟他搞完呢？搞完呢？他还敢不让你毕业？你要有这个狠劲儿，你要跟我说的，你有这个狠劲儿，他还敢不让你毕业？他送佛都得送到西，你懂吗？那我就是这个一次性的，我应该具体怎么闹呢？直接说呀，你就直接说，你就现在跟他给个期限，你就说你跟我说那些我想了的，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太遥远了，我现在就要一个近的。我最近比如说你说，哎，我在老家或者哪里，我要买房，我要干嘛，我现在需要200个 W， 我就需要这个近的，我不要远的。你说你不要跟我说你未来的事，未来再说。你说我也愿意跟你一起去等，一起去面对。你说但是你也知道我没有情感经验，你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觉得我不能无谓的这样子去等待一个未知性的结果。所以我现在希望你能够支持我这件事儿，他一定会拒绝。你说不可以，你说我不想等，你说我现在抑郁，我每天睡不着，我为这个关系我感到非常的痛苦。然后呢？你得每天陪着我，要不然你就别回家，你就每天陪着我。你要能陪着我1个月不回去，那这个200我就不要了。那他肯定还是找各种理由拒绝。对呀，所以你就可以坐在办公室。坐他办公室。你说那我只能跟你一起回家，我不管，我就要跟你一起回家。他骗你，你没谈过恋爱，大姐，你都没谈过恋爱，这男的这么下得了狠手啊？他，
坐他办公室，我要做什么吗？就直接去。你要做啥？就是需要，好好聊，比如说好好聊，不用生气，不用发泼，就好好聊。想要什么好好聊，好吧？我是这么建议的，好吧？你要是去信他那些鬼，那他妈见鬼了，那你10年都得搭进去。而且以这个男的他的行为作风，他很快就会开始撤退。就是这个闹的方式，我是要给他认识的人提供什么东西吗？还是说要做什么？就是如果在他办公室只是坐那儿，他好像也展现不出来什么吧？他不，你就跟着他就完了。懂了吗？他怕的要死啊，这个人，你听不懂吗？听得懂。你听得懂啥呀？就是跟着他在单位，然后跟着他回家，因为他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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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被曝光，他跟你讲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铺垫，让你不要要米，不要开口，不要想着跟我长则，不要这不要那，他就想着最后吃干抹净踹掉。好吧，就这样。谢谢您，谢谢。我也建议你们呢，不要在发消息的时候说这些东西，知道吧？上门聊，不要发消息，不要发消息，不要给别人任何的口子，懂不懂？你们就是正常上门去聊，你就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你说我不可能一直无谓的等，对吧？你给我承诺1、2、3、4、5，我现在什么都没看着，毛都没见着。你说你是怎么想的？你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我要干嘛干嘛干嘛，我需要什么什么，你能不能帮助我？你能不能支持我？你就讲帮助，讲支持，就讲这些话，知道吧？说我不可能无谓的等待，我也不可能无谓的相信你这些1、2、3、4、5，就这样啊。不要去，你不怎么怎么我就怎么怎么，不要讲这种话，懂不懂？不要讲什么，你不给我就怎么怎么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我跟你们说，不要这样，不要讲这种话。只说你的难处，我的痛苦，我的难处，我的需求，讲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建立在双方你情我愿的基础上，明白吗？不要去讲这些什么，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怎么怎么样，不要讲这种话，不要讲这种话。你就只说我跟你在一起，你跟我说的那些1、2、3、4、5，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现在都看不见。我觉得这个等到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我等不了。你说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最近的需求是什么？你说我想搞一个什么事儿？你说我觉得你既然前面给我承诺了那么多，那么你现在是可以帮我做到这些事儿的。他一定会跟你说啊，这个缺资金，那个缺什么，这个怎么那个什么，他一定会讲这些东西。你说这个我不管，你说你都44岁了，你说你在社会上面这么多的江湖地位，你说你如果真的想帮我，你一定会找到办法的。你说我现在已经抑郁了，我现在就是每天为这个事儿我就睡不着，我就觉得我被你骗了，我就觉得我被你忽悠了，我都没谈过恋爱，对吧？就这样啊，你只说你自己的需求，不要去讲那些很敏感的那种语言，知道吧？什么什么什么你不给我我就怎么怎么样，不要讲这种话，不要讲这种话。这种人呐，真的是又怂他妈又要玩。他倒是说的很清楚，他怕家里这个家里那个的，他倒是说的很清楚，你怕你别出来呀，你怕你干嘛要搞一个小姑娘啊，对不对？你看人家不懂事儿，天真烂漫无邪，还跟我说什么他倒是挺好，带我见了挺多人，带你见人有什么用啊？给你挣米啊，给你项目啦，给你开公司，给你搞项目，帮你炒股，干嘛了？你们就是这种啊，被人忽悠还帮别人数钱，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知道吧？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的，知道吗？好好聊，不要涉及到任何的说我要怎么弄，不要涉及到这些，好好的，温温柔柔的，就是这么聊。或者
带你妈一起去聊，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反正呢，在我这个地方是没有所谓的啊，慢慢等，慢慢耗，慢慢再怎么等他啊，哪天方便啦，哎，能弄出来了，这个那个的，我是不会支持你们这么去走的。我跟你们讲了的，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知道吧？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铜，啥也别说，上到办公室就哭，这个比较有用，对不对？看着你妈上去就哭，跟哭丧一样的哭，这个比较有用，对吧？你把大点声喊，对不对？你是个什么领导啊？啊，我女儿怎么的？你这个要这样，哎，到位，这就到位了，懂不懂？上去就喊。你们自己这个这样，那估计呢，大概率也是搞不好。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估计也没什么用，是不是？唉，真的是啊，你们没办法，你们还在天天什么这学那，最后也不知道学了个啥。我跟你们讲，好多学校你们老师都是这样子的，一点师德都没有。我就是说，这些真的是有一些个例啊，有些人真的是一点师德都没有的，自己在外面就是玩这种学生，你擦干净啊，你玩，对不对？你搞得人都服服帖帖呀，对，别人真的是该给的给呀，该付出的付出呀，对吧？你方方面面的东西搞得平啊，你搞不平，你玩什么玩意儿啊？还要跟别人树规矩啊！你不要，哎，你这不能闹，那不能知道，这不能说，那不能，你给啥了，大哥？你给我什么了？你他妈方方面面跟我上规则，上条条框框，你哪位呀？我是不是跟你们讲，所有的付费权益都是需要付费开通，没有付费，你开通那个什么玩意儿？你让他搞这，让他搞那，这也不敢，那也不搞，这围着他转。啊，那听他的，凭什么呀？你们不要因为好像看到了这个人社会上非常儒雅啊，非常的有社会身份、有社会价值、社会光环的这一面，你们就把这个人供上神坛，这个是最要不得，知道吧？不要让男人上神坛，都是那么个东西，白天晚上都不一样。好不好？面上背里都不一样，不要给我把他们往神坛上面供。你明白，所有人都一样，别光他当面跟你搞得好像啊衣冠楚楚，是吧？人模人样，别他妈整那套。我上次不是跟你讲了，你们的可悲就是从认为眼前的这个男人跟别的男人不一样这一刻开始的。越是那种让你觉得好有光环、好有风度、好有价值的这种男人，他还要跟你讲这种一上来好像哎我对你不一样了，一眼万年了，我要这个了，我要那，越是这样的人，你们就给我把那个警备线呢拉到最高点，知道吗？老手都是老手，你不是什么独一无二，你不是很特殊的那一个，好不好？你不要觉得这个男的一碰到你，感觉那个天灵盖子被雷劈了，爱上你了，爱住，非你不可啊！别管他以前的围城是给他带来价值，给他带来利益，给他带来爱情，给他带来3个娃，别管他以前围城是什么，总而言之，遇到你的这一刻，他愿意去面对艰难险阻，你扯什么蛋呢？在那没有的事儿，好不好？没有的事儿，都是些鬼。只要他在围内，或者有的男的他都不在围内，我告诉你们，有些男的呀，天天就是一个精英男人设呀，对不对？还再加个包装，再加个单身，那其他他妈更见鬼了。单身30、40岁没结过婚，是吧？哎呀，又收入又高，社会地位又高，看着啊又是那种哎很冷淡，是吧？很冷淡，哎很有劲气，身上就是有那种哎呀拒人于千里之外那种感觉。还是个单身，痒啊！那么看到这种男的就痒啊，我得把他扒了，知道吧？没有2把刷子，我建议你们呢，就不要动这种人的心思，因为每一个女的都跟你一样，看见他就动心思。他为什么那么高冷啊？
那是因为所有的人都会扑他的，他每天就在被动等待当中被所有人扑，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在爱情当中啊，要做一个实用主义者，知道吗？一定要做爱情里的实用主义者，千万不要在爱情里面搞梦幻流，搞白马王子流，搞理想主义流。越是实用，越是接地气，你就越是能够收获到幸福的感情。所有的那些跟你吹泡泡的、有光环的、孔雀开屏的，属于你吗？价值一旦不落实到你身上，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它就会成为去勾搭所有人的筹码，就是这样啊。都看明白。我告诉你们，男人呐，他们很多男的从小啊，他看历史，知道吧？看军书，他看很多男的，他从小就懂这个东西，他从小他就明白。他不像很多女孩子，女孩子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贤妻良母教育，就是憧憬爱情教育，就是童话故事教育。女孩子受的是这种教育，男孩子很多呀，他从小他看的都不是这套东西，知道吗？他看的都是孙子兵法。男的从小看的都是什么孙子兵法呀，什么中华上下多少年的这种历史，看这他天天就看那个宫斗，他看的不是宫斗，他看的是那种权贵之间的那种谋略斗争，他看的都是这。我们看的都是啥？我们看的都是啥？白雪公主，是不是？玻璃鞋、灰姑娘，我们看的都是这。他受的教育都不一样。所以你们老是拿你们那套逻辑去框那个男的，那么框得住呢？完全框不住。最后呢，一个比一个被骗得惨。我最烦的就是我每次看到有些小姑娘一点社会认知都没有，然后就被那些老狐狸、被那些老油条忽悠，分批不出。我最烦的就是这种，知道吧？我碰到这种人，我他妈恨不得骂他40分钟，我都不带解气的。我就最讨厌这种人了。你又不是没有，怎么就不能花点呢？抠个搜搜的，非要别人爱上你的个人价值，是吧？就不能让别人爱上你的米，非要让别人爱上你的个人价值，你倒是有不？一把年纪了还在跟我谈个人价值。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啊，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杭州的线下10点半，以及想要那个入手你就是光这本书还没有找到方式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的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来回复你们。现在就下播了啊，下场直播是在周六早上10点钟，大家不见不散。下播了，我下去喝点，我气死了，拜拜。本来今天还想找张海毅的，没讲，忘了。